望虚城是仙剑宗山脚下的超级附属城，玄光境与虚寂境强者多如牛毛。陆清安深知，在这里佩戴高阶面具遮掩气息，反而会沦为众矢之的。卸下所有伪装，展露自己玄光境1层的真实修为，才是这片汪洋大海中最完美的隐身术。你这家伙，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让我等了这么久。还是安哥你厉害，我修炼了这么特殊的隐匿身法，竟也能被你轻易发现。说吧，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一点烦心事，被几个师姐发现了我，拦住我的去路。我使出了全身解术，才摆脱了他们。毕竟你肯定不喜欢被一群人围着，更不喜欢被美女围着。这小子觉醒了玄灵合璧体，和女修双修能互相促进成长。几年不见，他居然已经突破到了玄光境3层，这吃软饭的修炼速度，确实天赋异禀。玄光境3层，这就是你几年的修炼成果吗？我天天忙着其他事情，也有玄光境1层了。哪里能跟你比啊？安哥你全能不说，天赋还吓人的很。争取尽快突破到琉璃境吧。在仙剑宗，琉璃境才算有点实力。对了，你师叔自路最近怎么样了？他呀，最近快要被赶出宗门了，我师尊想帮忙也无能为力。为了不被连累，师兄弟2人现在只能明面上断绝关系。徐清影呢？他答应你们宗主的收徒邀请了吗？说到这个我就来精神了，安哥，你真不能辜负人家呀！为了你，他竟然拒绝了宗主的邀请，整个宗门都在怀疑他是不是脑子出了问题。他拒绝你们宗主做甚？我只是提了一嘴你谨慎的性子，没想到他为了以后还能和你在一起，竟然拒绝了。你脑子里装的都是些什么？我也就提了一嘴，真没说其他的，更没让他拒绝宗主的邀请啊。仙剑宗宗主亲传弟子的身份，能提供多大的庇护和情报网？这极品的战略投资，他居然为了所谓的感情纠葛给拒了，简直愚无可及。你现在立刻给他传音，让他答应你们宗主。徐清莹，安哥让我告诉你，赶紧去答应宗主的收徒邀约。怎么又让我答应了？等等，他是不是来了仙驾宗？是的，他来了。太好了！你们在何处？我去找你们。我们暂时不宜见面，你听我的，先去找你们宗主，答应他的收徒邀请。好的，我都听你的。安哥，他跟我说话和跟你说话简直判若两人啊！那娇滴滴的声线，我可是头一次听到。别整这死出，走吧，赶紧带我去兽幻塔一趟。在偏远的盘龙城，兽幻秘境是禁地，由城主府严格把持。而在仙剑宗山脚下的望虚城，秘境是对外开放的，只要你拥有足够的仙石或者尊贵的身份，这里就是强者的天堂。而这正是顶级宗门收割全仙界资源的阳谋。带路吧，那座终极兽幻塔，我也该去会会。安哥，这一带光是低级塔就有5座，那是仙剑宗屹立万年不倒的根基。而你要去的终极塔，望虚城只有1座，另一座在宗门内部。至于能出仙8品的高级塔，那是禁地中的禁地。进不去高级塔，那就先把仙7品能换到的上限全部拿满。
没有面具的遮掩，陆清安那平平无奇的修为，在强者如云的排队人群中，反而成了最好的伪装。真师弟，今日怎么有雅兴来此处？陪朋友来转转。王师兄，最近公差辛苦啊。仙剑宗真是把生意做到了极致，刚换出来的宝物，转手就能被这里的商铺以仙石收回，以此形成循环。可惜，他们不知道这个循环里真正的议价规则掌握在谁手里。终极兽幻塔，换取仙七品绝等宝物，需投入1000万年寿元。1000万年换一件，如果是旁人，恐怕要举全族之力。但我拥有3亿年的底气，投入1亿年寿元，给我连续兑换10件。仙七品绝等飞船，防御航速均可硬扛圣灵境初期。有了这10件仙七品神装，这仙界终于有一半的地方，我可以大摇大摆的去了。安哥，刚才王师兄说今晚望鱼虚城有个天才宴会，不仅仙剑宗的各路天才会到，连徐姑娘也会作为主要嘉宾出席。徐姑娘，她在这边的身份地位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万万年难出的体质，宗主亲传，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不过安哥，你要是不喜欢这种吵闹，我就替你推了。这宴会是谁发起的？是掌管宗门内那座高级兽幻塔的太上长老的独生女儿。高级塔管理员的女儿。既然如此，这个宴会倒是真的非去不可了。安哥，我真没想到你会答应去那种聚会。你以前可是最讨厌凑热闹的，如果是为了陪我才去，其实大可不必。放心吧，不就是个小聚会，又不是什么生死绝境。陆清安的自信有着极其严密的逻辑支撑，他如今浑身是仙七品绝等宝物，防御力之强，连圣灵境巅峰强者都难以攻破。除非那所谓的天才聚会里凭空出现一尊仙剑宗屈指可数的寰宇境大能，并且他还把对方得罪死了，可这种微乎其微的概率显然不符合常理。哈哈，安哥，你这心态就对了，在仙界隐居避世并非明智之举，只会让自己停滞不前。我们兄弟俩必须多出去走走，肩并肩，一起成为这仙界的顶尖强者。给，这是我拿命做宗门危险任务换来的仙5品玄灵丹，有价无市。咱们玄光镜吃一粒，1个月内连空气里的仙气都不用吸，体内会自动涌现精纯仙气，随时帮着稳固境界，提升修为。这玄灵丹正是我突破玄光境后打算主炼的丹药。在盘缓城时，我就提前买好了5品仙级炼丹师的书籍，可惜那里工会等级太低，连丹方都没得卖。如果能买到丹方大批量炼制，不仅我自己吃，还能当糖豆喂给小黑子。那条黑龙虽然孵化就是玄光境，但天天被我逼着烧药，毫无寸进。只要吃了玄灵丹，突破到琉璃境，喷出的火就能升级成仙6品仙火，到时候他焚烧仙药的速度就能大幅加快。在陆清安眼里，没有什么是不能被压榨的。他甚至嫌弃一头玄光境黑龙干活太慢，恨不得让黑龙把1天时间掰开成2份来用。这丹方，望虚城的炼丹师工会有卖吗？走，去工会看看。安哥，既然你打算在这边安顿，
不如干脆加入仙剑宗吧。以你的天赋，拿个内门弟子名额易如反掌。靠自路长老当高层的路已经断了，以普通内门弟子的身份潜入仙剑宗，白天当弟子，夜里戴上面具隐匿行事，这是最低调、最安全的双面人计划。太好了，等你成了内门弟子，咱们疯狂做任务攒贡献值，我就带你去流光殿修炼。流光殿，那是咱们宗门的最高机密之一，是历代老祖做齐了无数寿元，从高级兽幻塔里硬生生砸出来的仙邹品宝物。殿内的时间流露远超外界，在里面修炼1天，顶得上外面好几个月。仙9品的时间法宝，这对于握有2亿年寿元，唯一只缺时间来转化修为的陆清安来说，简直是直击软肋的致命诱惑。这望虚城的工会，最高品级的炼丹师是几品？仙8品，这里的会长就是，在咱们望虚城，那可是连仙剑宗宗主都要礼让3分的大人物。望虚城最顶尖的炼丹师才仙8品，而把自路长老逼入绝境的仇人，他父亲却是总会的仙9品炼丹师，难怪自路会毫无还手之力。这根本就是阶级上的降维打击。你连人家会长的品级都打听得这么清楚？没办法，谁让我师姐就在这工会里高就呢？你师姐？正是慕容迎雪，咱们刚好进去找她聚一聚。安哥，那就是我师姐慕容迎雪，她天赋极其恐怖，已经被工会会长破格收为学生，能用会长的贡献值去流光殿学习炼丹。咦，你不是那次在盘龙城宴会上坐在徐清莹身边的陆清安吗？你也来望虚城了？没想到慕容姑娘还记得在下。你和徐清莹同是皇家授权出身，而且关系不错，我当然记得。快请坐。不必了，陆某此来是有正事要谈，想请教贵公会当下有多少仙药可以卖，最高品级又是多高？最高品级是仙8品，至于其他品级的仙药，数量极其庞大，目前库存的仙药至少价值2亿仙石。2亿仙石的库存，这等庞大的底蕴，正是我积攒恐怖寿元的绝佳提款机。这望虚城来对了。那再问一问，贵公会是否有仙5品玄灵丹的丹方出售？当然有，不过安哥也是炼丹师，此丹方非外售之物，只有公会内部成员，且至少是4品仙级炼丹师才有资格得到。不错，我想研究研究这丹方，不知如何才能加入公会，还望慕容姑娘指点一二。加入公会只需通过考核即可。你随我来，我带你去考核室。安哥，咱们要不要隐藏一下炼丹实力？我们都是授权出身，展现出4品仙级炼丹师水平，这10年内的跨度太惊人了，容易引起轰动。只有迎雪知晓我是授权出身，让他保密即可。我随意展示出普通的4品实力，有他这个天才在明面上，我显露的这点天赋不算什么大事。安哥，你真的变了，以前的你肯定不会这样做。不是我变了，而是我强了。老师，您怎么在此？这老者一身圣灵境巅峰的气息，想必就是望虚城最强的炼丹师公会会长了。哈哈哈，巧了，我也带小薇来考核4品炼丹师。你这是？我的朋友来考核4品仙级炼丹师。见过前辈，见过微微师姐。
这位是？微微师姐，这是我兄弟陆清安。安哥，这就是掌管仙宗高级兽幻塔的杜峰太上长老的女儿杜微微师姐。杜姑娘，久仰。既然是真师弟的朋友，那我们便也是朋友。不久后，我要举办一场天才宴会，若陆道友有空，不妨随真师弟一同前来。好精准的灵力波动，琉璃境5层，这等修为，在仙剑宗当个长老都绰绰有余。他居然还只是弟子，看来他的天赋极其绝艳。杜微微的出现对陆清安来说是天赐良机，只要通过这场天才宴会与他建立交集，就能顺理成章地接触到掌管高级兽幻塔的太上长老杜峰。那张通往仙八品宝物的门票，他志在必得。这位小友也是要考核4品仙级炼丹师。那好，你们两人一起吧，我亲自给你们考核。那便劳烦前辈了。4品考核分3项，第1项是理论幻境，启动后你们会被传送到特殊幻境中，面临关于仙4品丹道仙药基础和丹方的3道考验，答对5成方可进入下一关。上前吧。这幻阵的创意尚可，但结构实在太过粗糙，漏洞百出。布置此阵的人，显然只是敷衍了事。陆道友，我是出于好奇才学习炼丹，造诣一般，不知你丹道造诣如何？还行，暂时没有见过比我强太多的天才。那我们比比，看看谁先走出此幻阵。乐意奉陪。那小友有些特别，他真是炼丹师？老夫观他身上竟然连一丝一毫的丹药气息都没有。越是秦门的炼丹师，药香越重才对。前辈，我这兄弟确实是炼丹师，只不过他比较特殊，每次炼完丹都会想尽办法去除身上的丹药气息，一点味儿都不留。真小子，你恐怕不知道，微微不仅是4品仙级炼丹师，他还是仙4品阵法师。用你们的话来说，那叫全能奇才。你觉得他们俩谁能更快通过？全能奇才？这不就巧了吗？咱安哥也是全能啊，这两人撞在一起，到底谁能碾压谁？论仙药辨识，陆清安这几年焚烧的仙药堆积如山；论丹道理论，他更是早就烂熟于心。这种级别的理论考卷，对他来说闭着眼睛都能拿满分。但他现在连拿笔的兴致都没有，按部就班的答题，太无趣了。既然你自称造诣一般，那我便看看你有没有说谎。这阵法漏洞这么多，不利用一下简直对不起我仙级5品的阵法造诣。直接拿走阵法控制权吧。4品炼丹师的首项考核，起步便是绝杀。这些带有精神威压的残缺文字，缺少了关键的丹道逻辑，唯有以神识在瞬息间补全，方能化解。若稍有迟疑，便会被幻阵的烈火无情吞噬。太慢了。阵法中枢，给我剥离。拿到最高权限了，散。第一项考核几乎瞬间满分，这就是他说的造诣一般。真是熟悉的学霸风格，考前都说没复习，成绩一出便碾压全场。既然你觉得简单，那我就替主考官给你上点强度，测测你的知识边缘。录音仙草，这种极其偏门且无甚药用价值的东西，为何会出现在常规4品考题里？罕见的难不住你。那如果是极其混淆的呢？
答错3株，看来这就是你的盲区了。摸底结束，送你通关吧。通关速度与分值都是顶级。为了给你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我就把我的分值改成和你分毫不差。至于这出阵的时机，3、2、1。这陆清安竟然比微微还要快，这绝不可能是巧合。杜姑娘，真巧，我也是刚出来，比你快了1息。确实太巧了。杜微微表面平静，实则胜负欲已被彻底点燃。他此刻极其渴望看到最终的分数排名，他想知道这个刚好比他快了1息的男人究竟是绝对的强者，还是走运的庸才。仙界东荒，修士靠突破境界增加寿元，但陆清安是个例外，只要毁灭生机，就能无限增加寿元。从凡间一路烧到仙界，攥着1亿9千万年。第1项理论换阵，陆清安通过，杜微微通过，并列第1。这怎么可能？实操见真章。安哥牛逼！并列第1，一点反应都没有。第2项实操炼药，考题：仙4品回元续脉丹，药材已在炼药台上，2炷香内以丹品相和用时综合评定，若品相定为废丹，直接淘汰。起炉。回元续脉丹，仙4品恢复类丹药，3味主要药性互相排斥，火候高一丝则药性兴冲成废渣，火候低一丝则无法凝丹。对于4品炼丹师来说，10炉里能成3炉便是好手。理论让你快了1息，炼药拼的是真功夫。没有多余动作。这手法不属于任何流派，我教了1辈子丹道，没见过。一只手又控火又投药，他那只手比我们双手都稳。杜微微的节奏快了2成，他急了。炉温一高，3味药性互冲，精华锁住，最多上品。
我出全力也只炼制出了上品，他一直这个节奏，会出什么？时间快到了，我也差不多该结束。4品炼丹师考核第2项实操炼药，一边是名震仙剑宗的全能奇才杜微微，另一边是名不见经传的陆清安。所有人都以为胜负已分，直到开榜的这一刻。他比我慢，根本不是因为实力不济，他在控分。接下来的第3项变丹，我绝不会再输给你。算差了一点，本以为压个半寸火候能出个中品，结果还是出了极品。要是把这位大小姐的自尊心伤得太狠，今晚的天才宴会可就不好套近乎了。第2项实操，杜微微上品，陆清安极品，微瑕疵。进第3项，有微瑕，也是极品啊！慢了半拍，品相居然高一档。小薇这边的药渣是最正常的炼药损耗，太干净了，连一次多余的提存废料都没有。第1炉回元血脉丹绝不该是这种完美的炉况，他刚才收丹比小薇慢了半拍，根本不是因为火候不够，他是为了强行制造出这丝微瑕，故意多等了半炷香。这小子绝不只是个4品。第3项，变丹实药。变丹从3枚成品丹药中找出1枚有瑕疵的，说清它入腹1克、1炷香、1天内的区别。实药，10味药材放到面前，逐味辨识，报出药名、年份、产地。休息半炷香，我在这里等你们。这最后1项，我绝不能再输。杜姑娘丹道天赋惊人，刚才陆某不过是侥幸，这第3场，还请杜姑娘多指教。今晚还得去赴他的天才宴会，必须把关系拉近。只要他高兴了，借他这条线去见掌管高级受幻塔的杜峰长老，拿仙9品法宝的计划才算真正闭环。第3项，变丹实药。为了公平，规矩改一下：10种废药渣，3颗丹药，给你们20秒。在灵犀杯上写下药渣的名字、年份、产地，再挑出那颗有瑕疵的丹药，同时动笔，开始。
灵气都不放，搁那闻味儿呢，当自己是哮天犬啊？这能写出个啥？画面右下角这位正在强行变异的道友名叫真永福，因为上一集当众乱喊，差点被全场女群殴，他今天给自己下了一道死命令，哪怕天塌下来，我也绝对闭嘴。但他显然低估了自家兄弟装 X 的杀伤力。小薇找出了瑕疵弹药，药渣对了9种。陆小友，药渣全对，你不仅全对，甚至把第9种赤阳参的产地精确到了南域赤火渊的第3条地脉。我操！赤火渊第3地脉那里的参带硫磺毒，我师父上个月刚在那看走眼，他光靠闻就闻出来了。许会长过誉了，我以前在南域绝代里讨过生火，对那边的火毒味比较熟，纯属运气。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既然你们俩都挑出了左边这颗瑕疵丹，老夫就顺势考考你们。小薇，你先说说，刚入口1小时后、1天后，身体分别会有什么反应？许会长，这丹火候后过了，灵气变质成了火毒。刚入口，胸口发烫，1小时后，火毒烧到4肢。等过了1天，药力散尽，人会严重脱水，得在床上躺个3、5天。不愧是太上长老的千金，这药理推演绝了，根本没有补充的余地。陆小友，你若是能补上小薇没看出的深层门道，这第3场老夫便算你满分。杜姑娘说的特别准，不过我这儿有个不成熟的小发现，给杜姑娘补个漏。这火毒其实藏在最核心的丹心里，吞下去1天之后，人可不是脱水那么简单。那股毒会像颗钉子一样，死死扎在脊梁骨的穴位上。要是这时候没人看出来，过上3天，这人多半得瘫在床上，下半辈子都起不来。小薇是仙间宗的正统真传，每一句话都有单点可查，基本功极其扎实。但陆小友，你今天真是让老夫开了眼了！连许会长都这么说，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老夫教了一辈子炼丹，那些有师承的，我一眼能看出流派。但你这路数，我翻遍了书库也没见过。你就像是天生就能听懂这些草药在说什么。这种得天独厚的野性直觉，工会没法教，也没法给你归类，但这绝对是万中无一的上乘天赋。医学奇迹出现了！一个堂堂玄光境的修士，竟然因为不能喊出安哥牛侠这4个字，硬生生把自己憋到了缺氧的边缘。看那翻白的眼珠，看那抽搐的双腿，这是一场属于捧哏的无声献祭。许会长，您太折煞晚辈了。我就是从小在草药堆里打滚，鼻子灵一点，上不了大台面。野路子，你刚才分明是在游刃有余地配合我的节奏。两位莫要骄傲，炼丹还没完。第3轮，溯源。在炼丹师的世界，真火能烧穿皮囊，却烧不干净留在死灰里的因果。这10份药渣，就是你们第1轮看过的那些，活药好认，死灰难辨。这就是让3个家族倾家荡产的回原丹案。听说临城公会的几个老资历查了半个月都没头绪，徐老今天拿着死局当考题，这谁能过得了？当时那人咬死说自己在炼回元丹，结果炸了炉。今天你们来断这桩案，他在炼什么？为什么会炸？实现一炷香。连灵石都不放，纯靠鼻子去闻死人的账，这可是烧成焦炭的渣子啊！他以为自己的鼻子是开过光的吗？一字不差，都看出了里面多加的一味锁脉草，想借着回元丹的皮下毒，自己火候又不到，炸了活该。一炷香，临城公会半个月没解开的死结，被咱们这儿的2个年轻人看透了。可惜你们都只对了一半。那人拿到的方子本身就是张残卷，他自作聪明去补漏洞，一脚踩进了死穴。
原来我们拼命推演的源头，从一开始就是错的。源头烂了的局，算得再精也是白搭。盲写陆清安10位全队，加示陆清安补漏成功，溯源2人平手，全票通过，发4品徽章。安哥，看到没？这就叫真本事！硬生生把仙剑宗的嫡父给压下去了，这散俗的底蕴深得可怕，以后工会的门槛怕是要被他踏通了。杜姑娘基本功扎实，那残方的坑咱们不都踩进去了？今天纯粹是我运气好点，侥幸。输就是输，我不找借口。你那直觉确实准，我心服口服。不错，这门槛你凭本事跨进来了，拿着。谢会长成全。安哥，4品啊，咱们算是彻底熬出头了。以后去天香楼，那帮平日里眼高于顶的执事也得客客气气给咱倒酒，咱们这把赚麻了。赚，永福，他们敬的不是我这个人，是这块能给他们带来利益的铜牌子。摘了它，你我还是无足轻重的散修，别被这点虚荣迷了眼。炼丹的火药味散了，但这枚冰冷的牌子不仅仅是个身份，更是踏进这望虚城名利场的入场券。石门一关，考场里的风光就算翻篇了。门里他是技惊四座的4品新贵，门外他依旧是个底屑见不得光的无名散修。这枚青铜牌子从来不是什么护身符，只是一张通往更高级名利场的敲门砖。安哥，要不是我刚才没倒上气来，高低给你吼出个满堂彩。4品榜首啊，咱们以后在这望虚城。你第1轮盲写，等了不止10息，你是故意让我先把答案说完的。永福，你刚才强压气机，灵力道馆伤了经脉，去前头大堂找个聚灵阵调息一个大周梯，别留下暗伤。去外面等我。好嘞，安哥，我在外中等你。对，为什么？骄傲的天才只怕被人居高临下的让着，要想拔掉他心里的刺，一半的真话比火焰管用得多。你推演药理，靠的是仙剑宗万年底蕴的丹点，而我纯靠鼻子闻。前2轮我能赢，靠的是直觉，可一到默写正规方子，我这野路子就走到头了。那药渣里的残缺，你看得一点不差。你根本不缺天赋，你缺的只是没见过那张残方罢了。我不懂你们工会高门大户的规矩，更不敢把那些见不得光的野路子直接写在考卷上，所以我必须看着你，因为在这望虚城，你的答案就是衡量对错的规矩。你到底是什么人？一个从小就靠自己誓要活下来的人。你们的丹剑，我一页都没看过，但我见过那些仙草在活人身上配错之后，血肉是怎么一点点溃烂的。陆道友，恭喜你拿下4品考核的首名，这枚青铜徽章，你实至名归。多谢杜姑娘。既然你也越过了这道门槛，那今晚亥时揽星阁，别迟到。他不再把我当对手，反而起了好奇心。一个娇女一旦对一个人产生好奇，就会想方设法把他的底子翻个底朝天。不过随他翻吧，他暂时还翻不到最底下那一层。安哥，恭喜你拿下4品榜首，
当初在盘龙城，我就知道你绝非池中之物。慕容姑娘过誉了，这次能顺利参考，也是借了你带路的光。安哥，这是你的登记册，快进去吧，老师已经在里面等你了。那只手，在刚才的考核中，曾无数次以极稳的频率扣起丹炉。别人看的是丹药的成色，而他在记他的本能。今晚亥时，看来这场名为天才的盛宴，连戏台都已经给我搭好了。在这按个手印，算正式入会了。仙五品玄灵丹们的完整丹方，老师批了权限，我拿贡献值替你换的。赤魂花、金髓根、玄阴枝，这3味主药，小黑子天天在盘龙城地底当柴火烧，储物界里堆得快发霉了。全现成的，成本直接对半砍，几万贡献值，眼都不眨就砸下来，是拉拢还是借机试探？管他呢，送到手里的白石，不吃白不吃。多谢慕容姑娘破费。今晚亥时，揽星阁。明白。许会长，晚辈告退。太干净了，一个能在底层摸爬滚打活下来的散修，底子不该干净成这样。在工会的暗规矩里，档案被折了死角，意味着背景待查。藏书阁的高级权限从这一刻起对他彻底封死。炉台干净的不像个生手，不看单肩全凭鼻子，溯源比小薇还快2息，加上这满纸的空白和那双全无散修敬畏的眼睛，这些事单拎出一件不算什么，但全凑在一个人身上就叫不寻常。入会的手续办完了，我要查的底才刚刚开始。安哥，等等我！安哥，师尊传话了，他说愿意见你，但入宗得过3关。他千叮咛万嘱咐，让你今晚先以普通散修的身份进去，千万别急着亮那块4品徽章。安哥，那位杜太上长老看人的眼神可毒得很，你千万提防这些。怕什么？既然来了，就随我进去看看这仙剑宗最高处的深浅。
今夜揽星阁论道，诸位同道不必拘礼，尽兴便是。陆道友，真师弟，请随我来。那是谁？居然能让杜师姐亲自去迎！看他腰上这么年轻的工会窥四品，这怕不是哪家隐士老怪调教出来的真传？他不用站在最高处，他站的地方就是全场的重力中心。晚辈陆清安见过杜太上长老。内门弟子甄永福拜见杜太上长老。盘龙城来的新面孔，入座吧。陆清安，真是冤家路窄呀！旧怨、新仇以及暗藏的嫉妒，今夜的揽星阁，4双眼睛从4个方向死死锁住了灯火中央的陆清安。徐师妹觉醒的这等万古体质，日后必定是我仙剑宗的扛鼎之人。师兄先干为敬。师兄言重了，轻盈初来乍到，往后还要仰仗诸位师兄照拂。小心黄轩宇。慕容姑娘，那南域的赤火藤若是配上冰心草，火候实在是极难掌控啊。只需在凝丹前抽走3分地火，便可阴阳交际。道友回去不妨一试。他像个耐心的猎手，在社交的掩护下，随手捡起一片片看似无关紧要的碎片，在脑海里拼凑着这个人的真正底细。慕容师姐，那个新来的散修到底什么来头啊？居然能劳驾杜姑娘亲自引路，师姐觉得他底子如何？能拿4品徽章，自有过人之处。对了，下个月流光殿的排期听说调整了。对，听说内门的修炼名又少了一半呢。揽星阁的天才宴会就是一张等级森严的社交地图，谁来为你引路，决定了你今晚站着的高度。诸位，这位是陆清安，此次工会4品考核首名。望虚城这几年的4品考核，多是些纸上谈兵的世家子。陆道友能拿首名，定是有真本事的。这杯敬。陆道友辨识残方的手法颇有意思，诸位日后若论阵法溯源，不妨多交流。能让杜师姐称一句有意思，陆道友这手法想必是跳出了寻常的5行生各。今日人多，改日定要厚颜讨教一二。陆道友，我的朋友。杜师姐的朋友，资质定然也是极硬的。陆兄弟，入座喝一杯。诸位客气，陆某初来乍到，往后还要仰仗诸位同道照拂，先干为敬。4品首名，手法有意思，我的朋友。3张桌子，3套说辞。杜微微这是在拿仙剑宗的场子，一砖一瓦的给陆清安这个散书垫台阶。东荒这代能看的丹道苗子不多，仙剑宗的段小楼算一个，龙火诀已摸到琉璃门槛。天虚城的阵道天才，听说昨儿刚破了7星锁灵阵，13岁。
听总会风声，九明丹尊刚寻回的那位，明日便要驾临仙剑宗了。听说那位脾气极难测，这一趟怕是来者不善啊。太上长老怎么亲自走下去了？那可是个连根基都没有的散修。小薇说你控火很稳，他很少夸人。得了块4品的牌子，在外面确实算个人物，但在仙剑宗，如果想凭他去碰深处的那座高塔，还差得远。受教。上位者敲打后背，等的是诚惶诚恐，或是压不住的傲气，但这死水般的受教2字，连一丝波澜都没露出来。这种毫无破绽的死寂，让杜峰那颗习惯掌控全局的心罕见地悬空了半拍。徐师妹、陆道友，既然都在这揽星阁举杯，何必装作不相识？当年在盘龙城，2位可都出自我皇家的授权院。皇家授权？那不是被家族圈养奴役，专门逼着去兽幻塔拿命换宝的下贱活粗吗？哼，难怪身上连个宗门玉佩都没有，原来是个拿命换钱的授权出身。这种人居然也能混进揽星阁的席位。简简单单几个字，犹如一把见血封喉的软刀，借着周围人的嘴，当众揭开了底牌，将2名新贵直接钉在了最底层的耻辱柱上。在等级森严的名利场里，毁掉一个人不需要拔剑，只需要当众掀开他最不堪的底牌。安哥说过，这大殿里真长着眼睛，绝不能过去添乱。憋住！诸位，今夜这揽星阁的灵茶，除了论道，还有一件正事。宗主新收的亲传弟子徐清莹师妹出入宗门，这杯茶全当是诸位同道为徐师妹接风洗尘了。青莹初来乍到，往后宗门漫漫长路，还望诸位师兄师姐不吝赐教。小指勾住袖边，他已紧张到极点。黄燕宇当众扒了他授权的底，等同于把宗主亲传的面子踩在脚下。徐师妹这杯接风茶倒是喝得从容，不过既然我方才已经替2位接了底，师妹这杯茶是不是该单独敬一敬那位曾与你共患难的陆道友？黄师兄说的不错，当年在皇家授权，活人被当作牲口圈养，强抽兽冤去换宝，确实是九死一生。但十大氏维系这套体系里也定下了一条铁律，为了压制反抗，活着的修为绝不可超过月宵境。黄师兄，青英与陆道友既已越过了月宵境这道坎儿，按着十大势力当年定下的铁律，那笔授权的烂账便已在天道前两清了。这一杯，青莹只敬宗门，也敬诸位同道。能在那种拿命填的泥潭里活下来，还能破镜洗掉剑疾，这等心性和手段，日后绝不可轻易得罪。不仅没被过去压垮，还能这般坦然地用铁律堵回去，这亲传弟子的心机极深。脑子转得够快，这烂账让他给盘活了。捂着疮疤只会让人看笑话，干脆借着仙界的规矩，把最烂的底牌拍在桌上当护身符。黄轩宇这杯毒酒，算是硬生生灌进自己嘴里了。这家伙怎么不接茬儿？他底细都被我摸清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他在这儿端什么架子？陈年旧账罢了，随口一提。柳兄是对别人的底细感兴趣，自己去查便是，不必来试探我。不上套的毒蛇，
看来想拿他当道士是不行不通了。要我说，这望虚城公会考出来的4品，水分还是太大。毕竟不是咱们内门丹院的底子，到了真火炼金的时候，谁知道那所谓的首名是不是靠运气堆出来的？居然连一句反唇相吹都没有，他当我是空气吗？没有筹码的犬吠，多听一个字，都是在浪费时间。诸位，借着杜师姐的茶会，黄某想给大家讲个短的可怜的市井故事。故事的开头是一个每天躺在泥地里大口喘气，被阵法像抽丝一样强抽寿元的活牲口。而故事的结尾，这个牲口摇身一变，拿到了工会的4品徽章，此刻正站在这东荒最顶级的揽星阁里，与诸位天骄举杯共饮。黄某实在好奇，从泥潭里的兽奴到4品天才，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故事的起承转合，怎么就这么久经不起推敲呢？茶都快凉了，故事讲完了就入座。客随主便，莫要在这揽星阁里搅了主人的清静。上位者维护秩序，不需要声色俱厉。一句轻飘的客随主便，将黄轩宇咄咄逼人的杀局瞬间降维成一场不知礼数的闹剧。哼，黄道友讲故事最忌讳有头无尾，你光铺垫个耸人听闻的开头，直接跳到结尾，中间因果全靠人猜。揽星阁的大好光烟拿来听你这没头没尾的废话。最高明的化解不是愤怒自证，而是直接否定对方的攻击方式。陆清安一句话就把处心积虑的阶级攻击反向定性为连话都说不清楚的小丑。不过黄兄这话中间空出的那段因果确实值得好好琢磨。太上长老明鉴，既然黄兄对陆道友徽章来历存疑，与其听故事，不如直接见真章。晚辈不才，愿在今日这茶宴上向陆道友讨教一番丹道，是真假开个炉子，一试便知。恳请太上长老出题作裁。在这个年纪，面对绝境，不是强装镇定，而是这种看透底牌的死寂，有意思。父亲，面对此辈死局，他的气息连一丝波澜都未掀起。他不是强撑，他是在控局。揽星阁自建阁以来，为保清雅，阁内从不准开炉生火。但这世上没有破不了的例，今日老夫便破这个例。你既然笃定老夫会入局，老夫便亲手给你造个牢笼。是真龙还是草蛇，进笼子练一练，便全清楚了。来人，备炉。在修仙界，华丽的皮囊往往只能唬住外行，真正的死局在点火之前就已经注定。揽星阁破例，不赌虚名。刘家小子，拿你名下那座天字号地火丹房做彩头，你若输了，使用权归他。晚辈毫无异议。陆清安，你若输了，留下腰间的4品徽章，终生不得在东荒开炉，敢不敢接？长者赐，不敢辞。今日不开炉炼丹，只考基本功，提存这株赤魂花镜凝炼药精，1炷香为限。开始吧。
太上长老亲自出题，那散修要是炸了炉，怕是连全尸都留不下。噬魂花性烈，不以轻焰强压，根本锁不住药性。他怎么连火都不生？闭着眼睛发什么愣？寄生，他在变药。不变品相，先探本源。同一种赤魂花，小阳背阴，火候天差地别。世家子弟只知死背丹方，这小子摸透的却是这株药独一无二的脾性，火未生，高下已分。切口微涩，向阳而生，阳气偏附。若用猛火强压，药力必散。刚好压他一头即可，没必要出全力。压错住了，这修路的底细，竟比当年在盘龙城时藏的还要深不可教。3处交痕，药力散了30%，药性存留90%以上，后生可畏，不止4品。少爷，他定是碰了巧，咱们再开一炉，事不过。住口！明明是柳师兄那青焰烧得更猛啊！赢在精度，点火之前，这局就已经结了。杜峰的8字判词如同一根定海神针，彻底掐灭了今夜明面上所有的杀机。连太上长老都发话了，现在凑上去，凭你也配？妈的，这姓黄的阴魂不散！明面上的杀局被封死了，便只能在暗处下私帖。等着。柳家这次可是栽了个大跟头，3座极品丹房就这么输出去了。嘘，小声点，柳元姐还没走远呢。少爷，咱们回吧。回去把内门那3座天字号丹房的玉符摘了，明日一早送去给陆清安。少爷，那可是宗门特批的极品私产。太上长老当众定的彩头，你想让柳家跟着陪葬？送去。他到底是什么路数，连收火都能藏，总不可能真的只是个碰巧破镜的下人。盘龙城时，我只当他是个洗不净剑籍的杂碎，这层老实巴交的皮，把我们全骗了。太上长老，3次收火，分毫不差。太上长老，谬赞。你这张4品的皮披的倒是严丝合缝。这老怪物隔着那么远的台子，连我最隐蔽的撤火动作都被看得一清二楚。他根本没信我只是个4品。内门的位置，自己去争。晚辈受教，下次开炉别再留手，让我看看你的真本事。这老怪物早看穿我在藏拙了，多了一双太上长老的眼睛盯着，以后再想装庸才，怕是行不通了。揽星阁的灯灭了还会亮，只是下次再开席，来的人未必还是今日的诸位。今夜论道至此作结。段师兄，那散修不过是仗着懂点药理，他连个像样的本命灵火都没有。别拿咱们的规矩去套他，那人的控火精度根本不是正路子出来的。
内门那些自视甚高的家伙，以后有苦头吃了。残阵加残火凑在一起，反倒成了生门。仙剑宗的宴会可真无聊。两位师兄别拽呀！我安哥那3座天字号堂丹房还没去收钥匙呢，我得去提醒他收账啊！这是别动啊！入宗的敲门砖到手了，接下来这挂在脖子上的太上长老的眼线只能硬烫了。仙剑宗的清晨，往往是被主峰的钟声唤醒的，但今天唤醒他的是一尊粗暴撕裂云层的庞然大物。这是哪位大能的座驾？连主峰的护山大阵都没拦他。何人敢在仙剑宗主峰放肆？执事堂听令，即刻开启迎客防阵！长老，别开阵！你没看见那船头的九幽冥兽图腾吗？那是炼丹师总会的人，定是那位传闻中的少尊主到了。韩九渊，炼丹师总会巡查使，9名丹尊的独子。对于仙剑宗而言，这是一尊惹不起的巨佛；而对于此刻正走投无路的自路来说，他就是当年在秘境中结下死仇，如今亲手递出催命符的宿敌。9名丹尊一脉的人，这头过江龙一落地，内门这潭死水的压强就变了。当风暴席卷而过时，高塔之上的人往往只会冷眼旁观。太上长老，长老会那边已经透了风，韩九渊这次是持着总会的巡查令来的，矛头直指内门大殿外跪了一夜的自路。咱们若是袖手旁观，任由他在主峰拿人，岂不叫外人看清了仙剑宗的底气？底气不是靠强出头挣来的。9名丹尊的独子拿着总会的牌子，名正言顺的来寻仇，这叫占了天时地利。让他去闹，正好借这把火练一练咱们内门那些生了锈的骨头。是，那刚拿了4品徽章的陆清安那边呢？那韩九渊行事无忌，咱们要不要派人提点几句，免得这好不容易冒头的丹道苗子引火烧身？他若连这点趋利避害的眼力都没有，那这块4品的牌子就是当给他陪葬的冥纸了。看着就行，风刮得越急，才越能试出骨头的斤两。当权势的巨兽在阳光下咆哮时，最先被碾碎的往往是那些躲在暗处走投无路的蝼蚁。韩九渊的非洲直接压了主峰，长老会的逐宗令已进入最后表决。我查过卷宗，当年秘境之仇，韩九渊是要活活抽空他的根基。子路现在被逼到了死角，为了活命，他随时可能会把假道友抛出来做最后的筹码，你要早做得断。抛出假道友，他连我真容都没见过，顶多供出一个查无此人的虚影。反倒是现在谁去保他，谁就会被韩九轩这条过江龙咬住。柳家那3座丹房还没去收，杜峰的眼睛还在我脖子上悬着。为了一个不知底细的废子，去硬抗9名丹尊的巡查使，这笔账风险无限大，收益等于0。人在溺水时会紧紧抓住碰到的一切东西，当初既然聚了，这桩因果便与我无关，只能让他自求多福了。我倒要看看这位少尊主能把仙剑宗的火烧得多黄。子路，
长老会的风向变了。那3位一直咬着你不放的太上长老，今日联名递交了最终表决书，他们是不打算留活路了。老夫与你刘师伯拼上这张老脸，也挡不住韩九渊手里的巡查令。3天，我们最多只能再替你压3天。3天后，逐宗令落印，死契便成了。你自己想办法吧。都不管我，那就只能自己去争一条活路了。许会长，望虚城地处南域边缘，晚辈原以为这里灵气稀薄，今日一见，倒是晚辈眼拙了。巡查使大驾光临，必会蓬荜生辉。南域偏远，没什么好招待的，请用茶。许会长谦虚了。昨日总会的几位前辈刚看了贵会这次4品考核的卷宗，那可是赞不绝口啊。考核自有工会的章程，老朽不过是按规矩办事。能出满分的首名是考生的造化，也是总会定下的考题公令。规矩自然是极好的，只要守规矩，哪怕是个底层散修，也能一跃成为工会新贵。不过，仙剑宗内门那位叫自路的长老，最近这阵子似乎不含守规矩，惹了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烦。望虚城分会只管炼丹师的品级，仙剑宗内部的人事恩怨，工会从不耳闻，也绝不介入。许会长高风亮节，公私分明，晚辈完全理解。今日晚辈也只是顺道来打个招呼，叨扰会长清修了，告辞。仙剑宗的茶确实不错，希望过几日晚辈再来时，这茶还是这个味道。通风阵法用的是3阶聚灵阵的改版，废气排空速度比工会的炉子快了1倍。火脉通透，没有丝毫地煞杂气。这3座地火井的地下阵纹同气连枝，随时可以并炉炼制。如果用这3座丹房进行高阶提纯，成丹率能稳定拔高2成。柳元清昨夜送来的这笔赞助，算是帮我把前期的材料损耗硬生生砍下来一大截。有了这片私密的顶级资产，我从盘龙城带出来的那些高阶仙药，终于能名正言顺的开炉变现，换成我自己的筹码了。入宗的敲门章有了，炼丹的底盘也稳了，接下来就该专心算算我自己的账了。在修仙界的名利场里，风暴过后的清算往往比风暴本身来得更加迅猛。听说了吗？自路长老的洞府，半个时辰前刚被戒律堂贴了死封。哼，能不贴吗？炼丹师总会那位活阎王还在主峰喝茶呢。上头连夜出名，听说连件像样的法器都没让带走，直接遣人押送出山门了。真是树倒猢狲散啊！说好的3天，连3个时辰都不愿施舍。韩九渊好绝的手段，令绞了，袍子扒了，当真是一点活气都不留。半生筹谋，满盘皆输。既然正道走不通，那就去趟绝路。底牌被掀，落印赤夺，连夜被逐。韩九渊这把快刀，当真是一点余地都没留。不过，这个人已经彻底出局了，他的生死因果与我无关。真是开口，灵根我倒是不怕，可那第3关剑碑是，
我这门狂风剑剑谱才练到第2层，万一背上符文亮不到6成怎么办？万一过不去怎么办？省省力气吧，明儿可是跟那帮仙城世家的怪物同台，别指望显眼了。能在外门捞个杂役的位子，就算咱们祖上积大德了。陆小友，明日辰时，主峰测试殿前广场参加入宗考核。永福那混小子对你的炼丹手法可是推崇必敬啊。不过这入宗的规矩，谁也不能免俗，还是得你自己去走一遭。早些歇息，明日好好表现。借甄永福的手给了这块令牌，大半夜又亲自传音来嘱咐一句：堂堂十全长老屈尊降贵来提醒一个散修，这是在明着释放善意。既然人家主动抛来了这根定海神针，那我明日安安稳稳去走个过场，顺水推舟便好。第一关测灵碑，探的是根病，泥潭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底子，本就不算什么惊世骇俗的天才，把真实的自己摊开给他们看，就是最省力的伪装。没人会去防备一个天赋平庸的穷酸散修。第2关修为验证，玄光1层，刚好卡阻在内门考核的最低门槛上，这也是货真价实的东西，验不出任何猫腻。卡在及格线上的人永远是最安全的。唯一需要花点心思把控的，只有第3关的实战剑碑。只能用最基础的剑诀，剑气切入的深度必须精准卡在及格线上，让碑上的符文刚好亮起6成。多1分太扎眼，容易招惹没必要的麻烦；少1分，连这内门的门槛都跨不进去。完美的中庸，才是在这名利场里活得最久的护身符。前2关交实底，最后1关精准控分，这笔有赚不赔的买卖，算是盘明白了。看中间那个，那是附属世家孟家的嫡脉孟秋然，听说他根骨奇佳，早被内门长老内定了。有这种怪物在，咱们这帮散修今儿怕是全得成了陪衬。怪物，陪衬，挺好。林子的输入越高，底下的杂草才越不容易被人盯上。苏云昭，中等偏上，散修里居然能出这种根骨。灵根中等偏上，下一个陆清安。刚过中线，这种卡在及格线上的废料，进了内门也就是个烧火挑水的杂役命。中等，和昨夜盘算的分毫不出。平庸的废料，才是最不引人注目的保护谱。灵根中，下一个孟秋然。这才是天才该有的动静。灵根上等。有这只绝佳的出头鸟在前面顶着，我这平庸的底子才算真正安稳地扎进了泥里。出剑，显气。玄光1层，气息尚算平稳，但缺了剑修的锋芒，根基一般。下一个孟秋然。不错，玄光3层，剑意勃发，是个好苗子。玄光3层，根骨上等，这块现成的挡箭牌，底子比我算的还要扎实。第2关考核完毕，明日辰时进行最后1关剑碑式。孟秋然不错，苏云昭也可造就。至于那个陆清安，中规中矩，毫无亮色。底下怎么还夹着一页？望虚城炼丹张慧慧的加级绝密档。
根骨中等，玄光一层，望虚城的4品首名，这怎么可能？这3样东西堆在同一个人身上，他娘的不是绝顶的天才，就是披着人皮的鬼！后台的档案终究是瞒不住的，只要不在今天的考场上当众点破，就已经达到了最优解。巡池使韩九渊借总会急召，连夜离开。悬在望虚城头顶的刀，暂时挪开了半寸。今日第3关剑碑式规矩，老夫只说一遍：向碑出剑，碑面自会根据你们剑气的深浅准头亮起符文，亮足6成，便算跨进了内门的门槛。孟秋然，你先来。亮了9成，老天，这剑痕起码比及格线深了快2寸吧！凌厉霸道，确实是个好苗子。下一个，陆清安。纯靠死力气劈，痕迹是难看了点，不过能安安稳稳混在泥堆里，比什么剑气如虹都管用。刚看完孟少爷那惊艳一剑，再看这种靠死力气砸出来的王八剑法，真是脏了眼睛。走吧走吧，没看头了，一丝迹都没有。看来传言不假，心思全耗在火炉上，上了阵仗就是个废料。亏我昨晚还以为招了个怪物，真是白操心。秋然，平庸的毫无破绽，才是这名利场里最好的隐身符。这关算是糊弄过去了。安哥，我就知道这破石碑难不住你，这下咱们兄弟俩总算能在这内门堂堂正正的走动了。收敛点儿，别第一天就让人盯上。恭喜！我就知道这外门的几道关卡拦不住你，险险压过及格线而已。仙剑宗的门槛确实不好跨。撞了一早上的平庸废料，总算碰见个不用费心去算计的熟人了。拿着，北七院丙字间，隔壁是个叫孟秋然的天才，火气旺得很，自己躲着点儿。多谢别谢老夫，老夫只是个跑腿的。你那份4品档案，底下执事还没捂热乎，就被那老疯子连夜截胡了。他让老夫带句话，剑挥得像劈柴无妨，别把他山头上的炉子炸了就行。他这几日正在闭死关，等出关了，自会来寻你。老疯子，新来的，门派贡献细则自己看。提醒句，宗门贡献值不准私下买卖。仙剑宗的规矩森严而赤裸，底层弟子拿命和时间去熬点碎银子，而掌握核心技艺的人，只要能出货，宗门就敢给出100倍的暴力加成。守门熬3年才给60点，而我开一路就是100点。这规矩定的是真绝，对底下人是榨汁机，对能砸出产量的人来说，却是一座搬不空的金山。只要我的炉壶不断，高塔里的宝贝早晚跟我姓陆。仙剑宗天字号丹房，这里引的是主峰最精纯的地火脉，寻常内门弟子攒上3年血汗贡献，也未必能换来1日的使用权。3阶聚灵阵排着，地火井直通主脉，这底温比工会的炉子高了足足2成，难怪寻常内门弟子压不住这里的火气。
陆清安要炼的是一炉拿来试手的4品赤阳丹。这丹药在宗门内是有价无市的硬通货，但所需的主药不过是他此前在盘龙城里随处可见的贱价货。烈阳果性烈如火，铁骨藤，质沉如铁，药力一轻一重，这底火造了一份。我的3品金边莲，这该死的地火脉怎么突然倒灌了？老子攒了半年的身家呀，毁了！火随地脉走，只认死方子，不贴着炉子听地气，活该你炸炉！给我凝起！成了，这顶级的炉子配上贱价的仙草，这利润简直比我想象的还要可怕。知事大人，我在落雁峰风吹日晒守了1年界碑，怎么玉牌上才划了20点贡献？这点数连去内务阁换半瓶最劣质的月销丹都不够啊！您是不是算漏了？规矩就钉在墙上，看门1年级数就是20点，嫌少？后山断妖谷去斩一头2人兽50点，你敢去拿命换吗？下一个。交单。4品赤阳丹1炉，丹纹成环，绝等品质。天字号丹房出品，按宗门新规，底数加成2成，总计120点贡献。120点？我耳朵没好评吧？我起早贪黑在灵药园种了3年灵草，才攒了不到50点。他这1炉丹就抵我干7年的苦力。你懂个屁！那是4品绝等，整个内门丹渊能炼出这成色的，一只手都数得过来。这家伙到底什么来头？这位道友真是好手段，以后若还有高品丹药上交，无需在外头排队，直接来里间找老朽节便是。按规矩办即可，多谢。寒风一载风霜，换不来几分酬劳。丹炉片刻火候，却得风后回报。万般光景，皆道宗门世态凉薄如斯。守门1年20点，熬3年才凑够60，而我开一炉最基础的炼手药，不到1个时辰，120点。真得好好谢谢柳元君柳大少爷的慷慨。在名利场里，比失去财富更让世家子弟抓狂的是看着别人用自己的财富扶摇直上。少爷，刚才贡献堂那边传来消息，那姓陆的小子不仅搬进了咱们的天字号丹房，还顺利的炼出了第1炉丹，4品绝等，当场拿了120点贡献。拿着本少爷的丹房，踩着本少爷的脸面去出风头，他一个玄光1层的散修，凭什么驾驭得住天字号的地脉？少爷息怒，那小子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这第1炉定是侥幸。我不想看他有第2次侥幸。天字号的玉符虽然交给他了，但这丹房当年是我柳家建的，地底的府脉阀门还在外围。去，在3号符阵眼动点手脚，引一道地脉火煞渗进他的主炉，我要他下1炉丹直接炸膛！我要让所有人看看他那股穷酸的废物味儿，根本配不上天字号的炉子！去办！地脉火煞，从外部府脉渗过来的。柳家那位大少爷还真是见不得别人好，手段粗糙，不过是想让我炸炉丢脸罢了。这股火煞虽然狂暴，但若是用神识将其熏服，用来淬炼仙草里的杂质，反倒是绝佳的猛药。
多谢柳大少爷免费送的猛火，有这股火煞相助，这一炉的药性起码能再逼出1成。算算时间，那小子第2炉该引火了。只要火煞一冲，这罗盘就能感应到炸炉的震波。哼！这小子的控火手法怎么这么邪门啊！连地脉火煞的反噬都能强行压得住。少爷，少爷，没炸，没炸，那是爆裂的地脉火煞。他一个玄光境1层的废物，怎么可能压得住？你到底把阵法布置好没有？少爷，不好了！那姓陆的刚才又去了一趟贡献堂，连交了2炉丹，据说药性比第1炉还要精纯1分，品质高的吓人，又拿了240点。他把本少爷下的火煞当成了炼丹的猛火。陆平安，本少爷绝不会就这么算了。真不凑巧，4品主药赤魂花刚被调走，如今库房里只剩下1、2品的边角料，陆师弟要吗？这种货色，连给小黑在塞牙缝当燃料都不配，纯粹的垃圾。不仅是赤魂花吧，这满墙的4品主药，想必是一并空了。哪个疯掉的？灵药峰，陆师弟，别以为挂了块内门银牌就能挑肥拣瘦。这仙草药钵的优先级，从来就不是给你们这些毫无根基的新进弟子留着的，世家优先，这是死规矩。在仙门巨头里，内门弟子的身份只是一张入场券。真正的高阶资源永远被那些盘根错节的古老世家攥在手心里。原来如此。摧毁一个炼丹师，最兵不血刃的方法就是掐断他的药源，这叫阳谋。不过是卡一下仙草份额罢了，何须动怒？他一个泥腿子出身，没了我灵药峰的4品料，这天字号的火，他用什么烧？断了他所有的4品主药，我看他这个月拿什么去换贡献值？我要生生耗干他，让他认清这内门到底是谁说了算，让他跪着把丹房的玉符给我送回来。柳家自以为切断了我的命脉，愚蠢至极。盘龙城砸下几百万仙石，扫空的全城库存，这些4品不过是当时商会白送的搭头，就算敞开了烧，也足够我烧上100年。但我现在手里捏着天价的底蕴，兜里的仙石却见底了。望虚城10年一开的地下大拍在即，去争抢那些7品8品能逆天改命的正宗级资源，人家不看宗门规矩，只认海量的现钱。柳家的断供不仅没能卡死陆清安的咽喉，反而成了他掩盖自身恐怖产能的完美屏障。如果我顶着断供，依然每天上交海量4品丹药，必会被那些老怪抓去严审底细。这些就留给宗门和柳家去交差吧。先7品空间法宝吞星囊，在盘龙城兽幻塔里用海量兽源砸出来的顶级货色，内蕴一方小天地，足以隔绝大能的神识探查，用来装这些见不得光的黑市筹码，再合适不过。仙剑宗的明线，我陪你们演穷途末路，但这多出来的海量丹药，我要全部砸进望虚城见不得光的地下黑雾里，换成堆积如山的仙石。
1颗，这可是5阶晨星铁的原矿。虽说寻常真火根本熔不掉，但品阶实打实摆在这儿。3枚5阶大妖内丹，少1颗都不换，你爱要不要？拿命换来的5阶内丹，去换一块根本没法熔炼的死铁，这女的疯了吧？这不就是个纯纯的冤大头吗？那块破石头在掌柜手里压了半年了，除了他，谁会当个宝贝？卷宗上排在第1的人，用3枚拿命换来的5阶内丹，去换一块砸在手里的死铁。为了练剑，已经不计成本的被逼到了悬崖边上。这头又穷又饿的孤狼，正是我需要的最完美的安全。大师兄，底下人刚报上来，那陆清安今日善交的丹药刚好卡在天字浩丹房的及格线上，多1颗都没有。柳家那边透了口风，想请咱们戒律堂以风楼清退的由头出面，强行把丹房收回来。断了所有的主药，居然还能按时交够底线份额，我倒要看看他手里那点边角料能撑到什么时候。那咱们就这么干看着？盯紧他，只要他哪个月交不齐下月宗门规定的硬额，戒具堂便能名正言顺地收回他的天字号丹庭。这批陈姓废铁里的星辰精庭还是太少，根本不够喂剑。难道还要去一次毒瘴林？什么人，竟敢强迫我内门大阵？以陆清安仙级5品的阵道造诣，看着内门底层的防御阵，就如同看一张千疮百孔的破网，不靠蛮力，纯以法则碾压。拿命换来的5阶内丹，去换一筐炼不出几两金金的废矿，这种亏本买卖做多了会死。青玉瓶里有东西，你可以先验货。若想接这笔大买卖，我要的抽成规矩与高阶仙草的置换底线都在玉简里。哼，阁下人家能毫无痕迹地绕开护府大阵，想必不是大半夜快来教我怎么活命的。有话直说。这等成色，就算是内门长老也未必拿得出。你要我去地下访视，替你洗掉这些货？地下访视，这买卖我接了。捏碎玉简，便是同意契约的绝对信号。孟师兄又在苦做了。整整2个月了，天天如此。你快看苏云昭那把剑，露出来的那点光，是星辰精金。星辰精金可是极品仙金啊！他一个没靠山的，天天往任务殿的死地跑，接了多少杀妖的脏活，才凑够钱淬炼出这等神兵。大师兄，贡献堂那边每日的抄录显示，陆清安这2个月来交单数量没有任何起伏，死死卡在天字不好丹房的及格线上。另外，任务殿那边传出消息，内门弟子苏云昭近期接连完成了数个极位任务，同队的弟子亲眼所见，他那把缠着麻布的旧剑上，压不住磨露出极品仙金的流光。一个毫无背景的普通弟子，手里就捏着极品仙金，这种重宝落在他手里，
不仅是暴殄天物，更是在挑衅宗门的秩序。剑上有仙金的事，除了任务殿同队的那几个，还有谁知道？目前只限同队4人，未曾外传。封口，再去查他这仙金的真正来源。若是来路不正，戒律峰自当将此物收缴充公，以正宗规。2个月，36次交割，用4品丹药从坊市换来的仙石，终于够拿这点东西了。5品药引冰随凝的蓝叶，有了它，今晚就可以在4品丹房里强行试炼5品玄灵丹了。钱货两清，分毫不差。在这吃人的世道，比起虚无缥缈的交情，只有实打实的仙石换来的规矩，才最牢靠。赤魂花、金髓根、玄阴枝、药液融合完毕，最后一步。5品丹药呈现的灵压太恐怖了，这4品的聚灵阵压不住了。给我拧！品质滑落到中等，4品阵盘的物理极限彻底到了。如果不升级阵法，5品丹药永远出不了绝等。你这阵盘的灵气回路，刚才的灵压早该把阵基撕碎了，它为什么没碎？因为我把死路给切断了。阵基碎了无妨，只要顺着裂缝硬刻下一道散气回路，灵压有了去处，阵盘自然就不会炸。这阵纹切得太准了，地基都碎成渣了。你居然顺着裂缝改了散气的回路，把马上要炸的炉子给救了回来。4品阵盘扛不住这么大的动静，你到底在炉子里烧了什么大药？想知道？帮我把这碎掉的阵脚补上。这半卷9宫连环残阵，借你参悟3天。一个只想参悟阵法的孩子，比戒律堂的刀子好应付多了。后院的阵法算是有人修了。阵盘废了，昨晚那么大的灵压波动，绝对瞒不住内务堂。今天一早肯定会有巡逻的执事来查房。想要拦住执事堂那些凡人的苍蝇，我需要一尊镇得住场子的大佛来堵门。饵撒出去了，就看谁来咬钩。这种废丹也随手乱肉。等等，这裂口的火气走向不对。这裂口根本不是炸废的，你居然在丹药内部
接着是裂缝硬生生刻下了一道引煞的微型阵纹，把里头狂暴的火煞给导了出来，以阵入丹，强行化解必炸的死局。这废丹一文不值，但这刻在里面的手法是无价之宝。500点贡献值，我买了。刚才是哪座天字号丹房传出的阵法失动？这股焦糊味是怎么回事？执事大人，使不得啊！您快看看坐在正门口那位爷是谁？段小楼，这小祖宗怎么坐在人家门槛上悟道了？这要是去敲门打断了他的机缘，咱们有几个脑袋够赔的？快撤！500点贡献换一个惊世灵感，他赚了。1枚废品换仙剑宗顶级天才堵门挡灾，这笔买卖划算。3日后，天字号丹房濒临崩碎的4品阵盘已被彻底缝合。离水位逆转，虚风倒灌，不对，这生门怎么能嵌在这里？这回路到底是怎么连上的？绝了！这阵盘修的值了！只要饵给够了，连催都不用催，他自己就会拼了命的干。大师兄，任务殿那边已经打点好了，和苏云昭同队的那4名弟子以任务保密为由调去了外山云罗，3个月内不会回宗门。另外，我们安排人近距离核认过，他剑上外溢的那股暗金锋芒，绝对错不了，那是太古遗迹里才有的禁忌之物——星辰精金。一个毫无背景的新晋弟子，查他的仙金来源一直查不到。很好，不用查了。内门弟子苏云昭，本命飞剑异常，疑似勾结外魔，残害同门夺宝。按戒律封宗规第10条，着令写本作令符前往荒野，指认获取仙金之现场，配合勘验，传我口令，带队出宗后，只要出了护宗大阵，直接解锁天剑阵，拿下。苏师姐，再往前可就是绝灵荒原了。你说的那个发现仙金的遗迹，到底还有多远？不用带路了，此地距宗门已过100里，神识难至，就在此处结案吧。内门弟子苏云昭勾结外魔，残害同门，夺取太古仙金，罪证确凿。交出须弥戒和本命飞剑，自封气海，随我回行堂受搜魂之刑。否则，今日便按宗规第10条就地正法。起阵，锁天！木盒里的东西，3张仙7品9重雷火符，残字品，不够精准，拿去。这只是给我的暗渠脉买的保险，真遇上必死的局，直接引爆，不需要灵力催动。太古雷纹，那是仙7品雷火符！快！跨越2个大境界去催动仙7品法宝，绝无可能。退！但他根本没打算去驾驭它。
他只需要那一丝仙力作为引心，将这3张封存着太古雷威的符箓直接引爆。戒律峰引以为傲的五品锁天大阵，在这等威压面前，犹如烈日下的薄冰，冰消瓦解。我修为太低，没法精准控制这股力量，威力散得太开，到底还是没能当场炸死一个虚寂境。不过，在力量的碾压之下，他所谓的宗门规矩，已经脆得像一张纸。若不是那7件仙6品的护身法器挡在，我这虚寂境的修为，今日便要被那雷火生生削掉一层皮。不能留，这东西绝对不能留，连眼睛都不眨，随手便刺下3张仙气品雷火符拒捕。他背后绝对站着一个根本不把仙气品当回事的隐士老怪，这等禁忌不能碰，绝对不能碰。在那位镇痴少女夜以继日的推演下，一座全新的9宫连环大阵终于在天字号丹房的地下深深扎下了根基。第1宫锁地火，第2宫入仙元。验回这地基打得确实扎实，有这9宫镇压着，5品的威压总算不会再把墙给掀了。上次阵法不济，失败了。这一次，阵法已经重塑，也是时候让这5品药引真正发威了。算算时辰，荒野上的雷符应该已经响过了。顾长风这种仗势欺人的恶犬，只要被绝对的力量碾过一次，定会夹着尾巴做人。这外头的暗盘，算是彻底扫干净了。这股威压，5品仙丹非虚寂境不能练，他竟想以玄光境的修为强行跨界开炉。主人，这4品的破炉子根本扛不住5品的药力，你的仙石都快干了，再不收火，你要是被地上烧成了灰，以后谁来给我炼药？闭嘴！阵法锁得住地脉，我这只手就压得住这口锅。冰髓凝丹液，给我震！炉子裂了。仙力见底了，想炸炉，做梦！神石，给我钉进去！阴阳威压对冲，收！少尊主，望虚城及周边几个散修仿阵的眼线来报，近数月来4品仙草被不明身份的人大量扫空，而且流入黑市的4品绝等丹药成色诡异，没有一丝咱们公会的炉火印记，似有不明之人打通了门路，在私下截留咱们总会的造化。没有公会的印记，
也敢在东荒开颅倒脉，真把工会的造化垄断当成一句空话了。自路的旧账还没算清，又冒出来一条过江龙。待本座处理完手头琐事，那里的规矩便得由本座重写。终于能练出五品下等了，这抹平世家100年积运的通天梯，总算握在手里了。区五品下等，这等成色，倒也勉强够填缝了。主人，快给我这副幼体的龙颜，馋得快要压不住了。急什么？吃了这用我的命熬出来的造化，你接下来要吐的龙颜，得连本带利的吐给我。先五品的造化，不以爆裂取胜。玄灵丹如同在体内种下一口仙泉，足足1月自动涌现精纯仙气。这五品仙丹的仙力倒是够绵长，但这塞岩缝的量能顶什么用？主人，再给我来个100石炉的，我的龙颜就能彻底烧穿6品的门槛了。太古魔龙的胃口果然可怕，玄光1层的底子想跨劫进化出6品龙颜，一颗5品丹不过是杯水车薪。接下来该我了，得靠海量的5品丹药把它喂上去。小黑子的事急不得，接下来以外力强行冲关，向来是修仙的大忌，但这5品神药药性绵长，一次破玄光境壁壁，正如一场势如破竹的跨劫洗髓。这段10日沉淀的底蕴，在这股药力面前，彻底融会贯通。这股混杂着仙5品药效与纯阳仙力的突破风暴，隐秘却又无比霸道。有意思。玄光境2层，这内门天骄的石跑线，总算是赶上了。给我砸！昨晚这破院子里仙气算窜，我倒要看看那个泥腿子大半夜的在搞什么迷津汤。占着天字号的茅坑不拉屎，今天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陆清安，别以为拿了3座丹房就能翻身，这院子里的规矩。这股威压，怎么可能？你不是刚突破玄光2层吗？救命！陆师弟，是我们有眼无珠，求你收了神通。老天，那是全都是4品绝等丹，他这是把几个月的粗活一口气全砸出来了。20炉，这起码能换上万贡献点吧？他一个新晋弟子，哪来这么恐怖的出丹量？
别愣着，清仓结算。这是仙五品的大药，你不过才是个玄光境的新晋弟子，怎么可能跨越整整一个大境界，硬生生练出5品的丹药？这根本不合常理。4品绝等清仓，加3枚5品仙丹，触发宗门最高连续开炉叠加奖励，预牌总额42000点。42000点，我干100年的苦爷都攒不出这个零头。他这一把的进账，都快赶上内门十玄长老的私库了。蛰伏期已过，如今我手握5品大药，4万点只是个开始。当我的价值高到足以影响宗门气运时，便再无人敢用那些底层的破规矩来拿捏我。石梦师兄，听说他进了一处极度凶险的生死禁区，居然活着回来了啊！你看他周身的剑气，他这是历经9死1生，硬生生杀破了瓶颈，迈入玄光境3层了。分明只有玄光境2层的境界，为何他体内那股仙力的厚度，竟有如渊海般深不见底？我历经生死才破境，竟压不住他一个低境界的气息，好恐怖的造化底蕴！你修你的无尽资源，我修我的一剑破万法，我倒要看看大道的终点究竟是谁更厉！我刚听说贡献堂的消息，42000点，跨阶练出5品大药，我就知道这世上根本没有什么门槛能真正拦得住你。险中求胜，借了点地利的便宜罢了。但是，你今天一口气交出这么多做入高阶丹药，实在太扎眼了。这么大的一笔量流出去，必定会引起外界的查探。若是被有心人盯上，防不胜防。望虚城下个月的10年大拍就要到了，天书城等几个大宗门的使团都已经提前降临，局势太乱，你必须早做防备。水越浑才越好摸鱼，他们想查就让他们来查。名牌的收益必然伴随着名牌的风险，不过既然牌已经打出来了，这望虚城的赌局我就奉陪到底。在弱肉强食的地下坊市频繁抛售价值连城的4品绝等丹药，本就是一件危险的买卖。望虚城外，都把眼珠子抠出来，用衣袖擦亮了，好好瞧瞧。看见最底下那个发光的名字没？陆清安，那是我安哥，异姓异母的亲哥。一夜卷走4万点，练出5品下等。你们以前谁见过这等阵仗？来，给爷大声念出来，谁才是内门第一大腿？又不是你当的，你在这瞎嚷嚷什么？我安哥牛，就等于我牛。有本事你也一夜弄个4万点去，没那本事就别在旁边冒酸气儿，一边去。嘘，真师弟，你快少说2句吧。杜师姐过来了。竟然这么快就能炼制5品丹药了。
这五品丹药，我绝不认输。我被盯着了，4个都是虚寂境，看中了极品赤阳丹，怎么处理？杀人容易，立规矩难。不杀，把人引去城外的黑风谷，去找那个总在地上画阵法的丫头，她会给你准备一处看戏的位置。怀璧其罪的终极解法，从来都不是把宝物藏起来，而是要用更恐怖的深渊压死所有的贪婪。帮我去城外的黑风谷，布一个能困死4个虚寂境的迷阵。这半卷图，先借你看3天。黑风谷，什么阵？要一个能把他们按在地上，却又不伤他们性命的牢笼。带路。第3笔，原来是影帝迈入缺，这9宫大逆转，当真是绝妙。回路调好了，那半卷残图该给我了。一个只想参悟阵法的孩子，比任何靠山都好用。盯紧他，那布条下面绝对藏着极品宝物，还有他怀里那几瓶绝等4品丹药，这肥羊跑不掉的。把他逼去城外的黑风谷，在那儿动手，神仙都查不出来。他竟然练出了5品仙丹，消息都传遍内门了。林耀峰的调拨令卡了2个月，他名下没有1两仙草入账，他到底是用什么练出来的？少爷，我们把内武堂和林耀峰所有管事的账本都筛干净了，真的没有陆清安的名字。他似乎从来没在宗门里买过任何仙草。那就查错了方向。既然宗门里没人给他供货，那他必然是搭上了望虚城里的仙草铺子，在自己贴仙石死撑。那就把望虚城所有的仙草铺、所有地下黑市全部翻过来。本少爷不信，他一个无依无靠的普通弟子，手里被仙石还能烧一辈子。我的仙石被扯碎了，有埋伏！阵法运转半个时辰，这几个人的仙石全废，境界这辈子休想再重回虚虚境。杀他们太容易了，但让他们像死狗一样爬回地下访视，才是这望虚城暗盘里最硬、最不可招惹的规矩。别动他，别去动那个戴面具的女人，她背后有高阶大阵护道，是惹不起的老怪物。
那威压是能拘令地脉的手段，4个虚寂境，8个时辰全废了呀！这是高阶杀阵的痕迹。对方这不是杀不死他们，是根懒得杀，这是把他们当成活牌子放回来，警告咱们呢。会长，近2个月来，往日里常来我分会求购药丹的散修猎妖队，甚至几个相熟的修仙世家，突然都去黑市了。咱们工会库房里的下等4品丹药压根儿就卖不动了。黑屋里最近突然涌入了大批没有工会炉印、品质却完美的4品绝等丹，咱们的客源毫无症状的被抢走了整整30%啊！望虚城方圆万里，除了我等工会，有哪个势力能一口气吞下30%的丹药流转？没有炉印成色绝等，这绝对是有人在暗中截断了咱们工会的造化之脉。去查，把外城那些见不得光的散修档口、黑市商铺，给我一处一处的全筛一遍。就算把望虚城掀过来，也要把那条吃里扒外的过江龙给老夫揪出来。望虚城的地下坊市，这几日抛售的反馈极好，要不要成事，把外城几家仙草铺也一并收下来，多开几条线，收益起码能再翻1倍。不可，每天只卖3粒绝等丹，是黑市能消化的极限，也是药师公会能容忍的死线。一旦胃口撑得太大，公会里的那些老怪物必定会追查源头。那就放着这些送上门的仙石不赚。贪多嚼不乱，我们已经积累了足够换取高阶仙草的仙石，当务之急是稳住这30%分母，将其转化为我们下一步强开5品大炉的底蕴。只要阵法和6品龙炎一成，宗门的死线便再也拦不住我。收网，等我指令。他没有在宗门买过1两仙草，那5个内奸师的死账我全都查干净了，根本没有他的名字。少爷，我们把周边几百里内的仙草交易，甚至灵药峰的值守记录都过了一遍，真的没有任何他购买仙草的记录。他那些仙草就像是凭空变出来的一样，名下没账，却天天能按时交出4品甚至5品的绝等仙丹。他到底是从哪里变出来的仙草？没有仙草，难道他能无中生有吗？会长，已经查了黑市里的灵石流向，望虚城地界绝无此等炼丹底蕴。也就是说，那股抢占工会造化的源头，只可能藏在仙剑宗内。可咱们没法硬闯人家的护山大阵。不需要硬闯，咱们已在下山古道结起阎网，只要封死这几条路，严密排查近日频繁出宗的所有可疑弟子，尤其是身上带有海量绝等丹药的，只要发现，直接就地拿下。工会的眼睛虽然未能刺入仙剑宗的万载阵法，但已在山门外围支起了一张无形的高压铁网。太古魔龙虽有通天造化，但小黑子此刻不过是玄光境1层的幼体。为了赶工，他连续数月焚烧高阶仙草，地脉真火已然化作火毒，反噬他的气海。主人，撑不住了，这海量的高阶火煞太毒，没有极阴之物做药引来中和，我的气海要被生生烧穿了。给我压回去！这点火煞都吞不干净，还算什么太古魔龙？
不行，臂杖太硬，经脉要断了。经脉扛不住，就拿我的本命仙力来扩。给我老老实实待在气海里。盯紧了，会长有令，只要那条劫了工会财路的过江龙敢露头，立刻发信号。这大半夜的，那人要是真带了海量绝等丹下山，咱们哥几个可就立大功了。工会的猎犬倒是嗅觉灵敏，这么快就在外围拉起了暗网。既然是饿极了的野狗，不赏你们一根骨头，怎么肯乖乖去别处刨地？有高阶废丹的焦味，在那边。气味飘向了荒废的七剑峰，那家伙肯定是想从死路借道下山，快追，别让他跑了！去气剑峰慢慢挖地3尺吧。等你们刨出几堆烂泥，我早已在望虚城满载而归了。玉简之中，一株生长在极寒深渊、散发着幽蓝寒气的九叶莲花缓缓旋转，这便是出现在望虚城10年大拍名录上的罕见至宝——仙七品极阴绝世古药太阴九叶莲。刚才小黑子说的对，孤阳不长，孤阴不生。他体内的火毒已经到了随时爆体的临界点，靠仙力硬压根本不是长久之计。这株仙七品极阴古药是中和火毒的唯一药质，更是我稳固造化底牌的大道钢髓。这株药，谁敢在拍卖会上跟我抢，我就用他的命来填炉子。大拍即将，望虚古城早已成了龙潭虎穴，各方天骄使团、黑市枭雄皆已暗中入局，整座古城在夜空下隐隐发颤。仙6品绝等法宝阴阳面具，不仅能彻底遮蔽真容，挡住圣灵境大能的神识探查，还能自主控制修为气息。大征之势，这池水越浑，才越好摸鱼。最高能模拟出虚寂境巅峰的威压，以后再遇到那帮狗眼看人低的老怪物，我连隐修丹都省了。月余转瞬即逝，望虚城10年一度的大拍今日开追。听说了吗？这次10年大拍可是拿出了好几件镇压底蕴的神物，连东荒外宗的大势力都派了水团过来。咱们也就只能在主街上过过眼瘾。真想进御展厅，那斥资的门槛能把咱们生生逼死。仙6品阴阳面具，只要戴上它，哪怕是圣灵境的老怪物，看到的也只会是一个虚寂境巅峰的无名散修。哎，这位爷，看看我这上古遗迹里挖出来的。哎呦！快让开！感受不到那股气场吗？虚寂境巅峰的高手。那是天虚城的6品飞舟，连琉璃境的少主都亲自来了。这股威压太霸道了，根本喘不过气。10年大拍，果然还是望虚城的格局够看。天书城少主驾临，都滚开！区一个虚寂境的散修。望虚城水深，明暗同流，官方大拍和地下黑市早就是利益共同体。这枚黑市最高阶的暗盘令牌，刚好省去了去官方掩资暴露底屑的麻烦。你们看那块上古龟甲残炮，灵性全无，底价居然还要5000仙石，官方也是想钱想疯了。这破烂谁买谁是冤大头。好恐怖的极寒之气，连站台的5品防阵都挡不住，这到底是什么神物？仙7品极阴古药太阴九叶莲，
小黑中体内的火毒已经到了爆体的临界点，这是唯一能救他的药引。今日就算把暗盘的家底掏空，我也必须拿下。诸位，这株仙七品古药，我王家已经筹备了整整500万仙石，今日谁也别想跟我争。太阴酒业莲，本少主志在必得。诸位若是想抬价，请便。赵少主，大派的规矩是价高者得，我王家的500万仙石也不是摆设。500万，这点零算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我天徐城的仙石多到你们数不完，想争的只管代购家底来送死。大人，刚才查了，那人手里捏着的是咱们黑市最高阶的暗盘入场令，没有任何官方卷字的记录。最诡异的是，这令牌是3个月前忽然从外城的散修暗渠里冒出来的，根本查不到他的任何宗门来路，甚至连他的脸都没人见过真容。拿着最高阶的入场令，却是个查无此人的生面孔，连脸都不敢露，说明他手里捏着足以让他没命的巨额现钱。这望虚城还真是来了一头大肥羊，去，把他的底给我翻个底朝天！3品凝元散1万仙石成交。4品法器斩锋剑2万仙石成交。下一件上古龟甲残片，来历不详，用途不详，只有巴掌大小，但毕竟是上古遗迹中发掘而出，起拍底价3000仙石。连个仙气波动都没有的死物，白送都没人要，官方真是想钱想疯了，这破烂还敢卖3000？后排这位道友出价3000，还有没有加价的？花3000仙石买块不知道干嘛用的破瓦片，这人脑子有病吧？脑子被灵兽踢了吧？下一件6品仙金太乙星辰砂，暗金元砂，星光流淌，诸位铸剑宗师不可错过的绝世材料，起拍价8万仙石。天书城出价10万仙石。10万仙石已经是正常溢价了。天虚城开口了，咱们别争了，这是拿底蕴压人啊。10万仙石，第一。50万，全要了。50万，这6品仙金撑死也就值15万仙石，直接把价钱翻了5倍，这是直接拿钱砸天俗城的脸啊！直接把价格抬到50万，这下天俗城的少主被人当场截了胡，这下有好戏看了。少主，50万溢价太多，若是硬争这口气，恐会伤了咱们稍后竞拍太阴酒业莲的资金底盘。本少主知道，不用你教，让他先拿着。50万仙石，后排的贵客出价50万，天书城还要加价吗？3颗5品绝等丹的成本，换来这一整盘6品仙金，这笔账算得过。少主，查过了，那人自称墨尘，持的是黑市最高阶的入场令，没有任何世家背景，也没有师承来历，只有挥霍不尽的仙石。哼，没有师承，没有背景，这世上哪来的无根之水啊？本少主的仙石竟然如泥牛入海，连一丝涟漪都没激起，那面具有古怪。去盯着他。 3个月前，
咱们为了拉拢那个海量抛售4品绝等丹的神秘卖家，专门发出去了一块最高阶的暗盘令。那卖家查到底细了吗？回大人，那人行踪极其诡秘，每次交易完就断了线索，查了3个月，毫无头绪。那这个戴着面具的肥羊，拿着那块查无此人的令牌，第一次大摇大摆的进城是什么时候？初9，大牌前夕。信物对上了，查了3个月没查到的供货源头，原来是觉得赚够了仙石，亲自下场来大拍摆活了。传令，所有城门暗渠非洲渡口，只要看到戴面具的，一律锁死汇报。大人，一旦截住，直接做掉他们。不是吃他，是吃他背后那条能稳定产绝品丹药的暗脉。一条暗脉比这头羊本身值钱100倍。仙7品极阴绝世古药太阴9叶莲，起拍价300万仙石，350万，400万。800万，800万，这已经超出极阴古药的底价极限了。天如城这是要拿底蕴压死人呐！800万，第一次。这一口开出去，就是明着和天苏城结下死仇，但不喊，小黑子就得爆体。1000万。1000万！这戴面具的到底是谁？他疯了吗？1000万，第3次，成交。快半拍，小黑子的气海能撑的时辰不多了。敢拿1000万砸本少爷的脸，戴面具的，我记住你了。这头肥羊背后藏着绝品丹药的暗脉，绝对不能让他跑了。仙7品极阴古药，1000万仙石，这等天价，若是能强行把你从死线拉回来，甚至更进一步，这笔账就不算亏。主人，气阳极阳交汇，气海要碎了！给我撑住！1000万仙币熬出来的生机，你就是死也得给我咽下去。第一道壁障碎了，药力开始融合，引导阴气护住主脉，别让它乱窜。火毒在退去，这股阴气在淬炼我的龙颜。太古龙颜重塑。玄光境5层，连破4关，这太阴9叶莲的药力竟然直接把你顶到了这个地步。不够，这太古大龙的血脉是个无底洞，距突破虚寂境还差海量的大药去堆，1000万砸出来的门槛才刚刚开始。少主查了，望虚城周边没有叫墨尘的。我们把东荒各宗门名册，包括尹谢世家的家谱全翻了个底朝天，没有师承，没有来历，连他什么时候进城的都查不到一丝痕迹。他就像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样。
什么都查不到，这修仙界就没有凭空冒出来的，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他不过是个得了点奇遇不知死活的散修，没有世家背景，死在荒野也无人追究。他既然敢吞入1000万的极品古药，就要做好被开膛破肚的准备。没有来历，没有背景，没有师承，完美。大人，既然查不到底，万一他背后有隐藏的大能，咱们这一下去，会不会咬到硬茬子？一个完美的人，要么大能伪装，要么是藏得太深。但在我望虚城黑市砸下1000万抢货，不管他是哪种，都不能让他活着走出去。规矩是我定的，猎物既然露了头，就没有放走的道理。去查，把所有暗脉地沟也摸一遍，只要截住，不要惊动其他人，直接连骨头带肉一起吃下。2路虚寂境以上人马在查墨尘。赵无远，天书城少主，琉璃境2层。沈狂，黑市地头蛇，虚寂境10层巅峰。 2路起码虚极阵以上的精锐，还真是瞧得起我。看来1000万砸下去的动静比我想象的还要大。不过，正好省了我去一个个清剿的功夫。既然他们这么急着来送死，那就替他们选一块风水极佳的埋骨地。 不对，这阵脚的最后3笔根本推演不出变化。这残图的品阶太高了，缺了核心回路，靠算根本算不出来。算不出来就别算了。7品上古杀阵的回路，本来就不是靠推演能补全的。完整的图纸在这里。 7品上古杀阵的完整阵文，这已经是琉璃境阵道宗师才能接触的绝密，你从哪儿弄来的？上次是迷阵，这次我要在城外布下它，终结几只猎物。图纸给你了，你有这个修为，把它刻出来吗？我能，但我只有琉璃境1层，强推7品大阵。 我的仙力会被彻底抽干，甚至会伤到根基。阵成之后，这张图归你。什么时候要？在这望虚城就没有我不知道的暗桩。你说，你想打听谁？打听个活人，那个叫墨尘的。 在拍卖场砸1000万买下7品古药的那个，他今夜子时独身出城，走北门。我想知道有几拨人在城外埋伏他。你说什么？子时出城，还独身？你从哪儿听来的？大人，有漏网的消息。 那个墨尘今夜子时独身出北门，北人。给我进去！ 7品阵盘的胃口太大了，只能引着黑风谷的毒蜂入阵，强行填满阵眼缺口。阵成了，只要陷进这个杀阵，就算是虚寂境巅峰，也会被瞬间搅成肉泥。子时已到。
天虚城和黑市的猎犬也该入瓮了。少主，黑市的狗跟来了，要不要先？沈狂，看来我们盯上了同一头肥羊。不过，赵少主，这望虚城外城的规矩，先杀肥羊，再分造化。成交。算他识相，这地方邪门的很，真打起来只会便宜了那头肥羊。16个，还差最后3个进方线。没有仙力波动，连仙草的气息都没留下，他跑得真干净。哼，不对劲，这山谷连一丝鸟兽的动静都没有，干净的过了头，都给本少主盯仔细了。老大，看什么呢？上面连个鬼影都没有。没什么，总觉得有人在看着我们。这地方地势太险，小心点，别踩烂坑。全部进来了。这是什么？地上在发光。是沙阵，结界封山了，冲出去！防御阵营，防御阵营，保护少主！救命！我的仙力被抽干了，我不想死啊！七品，这是七品上古杀阵，我们被当成镇级的祭品了！根本不是什么散修，有杀阵！6品太乙星辰杀，7品八荒绝杀阵，1000万太阴9夜连，这笔账才刚开始平。这2把破剑冰寒刺骨，跟我的纯阳地火八字不合。仙7品的杀伐利器，哪怕在天苏城这种大宗门，也是拿来当底蕴供着的宝贝。但我留着也只能吃灰。既然没用，不如扔下去，拿正宗的紫焰当个炮仗，听个响。这笔买卖，修仙界恐怕还没人做过。赵少主，这光幕还在往里压。刚才老三试着用6品遁地符，刚碰到光幕就被搅成血雾了。兄弟们，快顶不住了！顶不住也得顶。这阵法在抽谷底的地脉，退一步就是死。给我闭嘴！赵大少爷，你这口精血吐的可真不值钱，生生烧了3000年的道金，就给这破罩子挠出指甲盖大的一条缝。你们天虚城不可一世的底牌，看来也不怎么顶事儿啊。沈狂，少在那站着说话不腰疼，这可是失传的7品上古杀阵。有闲心在这看戏，不如滚过来搭把手。等本修主仙力耗堪，下一个被碾成肉泥的就是你。等等，那小子在上面站了半天了，咱们被困在死局里，他为什么连个杀招都不放，甚至连跑的意思都没有？
下面这帮老怪物活了无数年，遁法通天。如果直接把法宝当暗器扔，人家就算重伤也躲得开。先用这上古杀阵把退路焊死，再拿重宝直接盖顶，这才是瓮中捉鳖斩草除根的必杀局。疯了，那是本命仙器！他拿自己的本源去点那2把仙器品的器灵，败家子，这疯子不要命了！不对，这白光，他在强行点燃仙器品的器灵，他要把这2件无价之宝直接引爆了，给咱们陪葬！退，快退！少主救命啊！2件废品换7000万年寿元，这笔账大赚。连整座山头的地基都被硬生生向下抹平了30丈，地脉都烧穿了。仙七品器灵自爆的威力确实够大。16个虚寂境，外加2个琉璃境的高手，全烧得连灰都不剩了。好在这些高阶储物戒指用料扎实，扛住了爆炸中心的高温，没跟着一块融掉。2个黑市和天虚城的顶级富户，外加16个精锐的全部身家，这波回血算是不亏。2柄仙七品的余震，比当初15件仙6品自爆的反噬还要狠，品阶差了1级，反噬的力道简直是天壤之别。气海刚一抽干，引爆仙气残余的狂暴反震力道就顺着经脉倒灌进来了。要是压不住，这身道技就废了。来得好，既然气海空了，那就借着这股狂暴的反噬，给我把玄光3层的门槛撞开。不靠打坐苦消，而是借着法宝反噬的生死冲击强行破境，这便是修仙界最凶险也是最暴力的拔升之法。这层壁障总算撞碎了，玄光3层，这一趟罪没白遭，这笔账算是彻底平了。16个虚寂境高手，还有1个琉璃境2层的，就这么没了？那到底是什么法器自爆？这9宫逆转阵加上那白光，怎么能把人抹得这么干净，一点渣子都没留下？阵是死阵，威力大小看用来引爆的火药。你这9宫阵所的构思，把整个谷底的空间焊成了一个铁桶，爆炸的威力全闷在了里面，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他们自然死得不冤。对于一个13岁的阵道天才来说，这是他第一次亲眼见证阵法配合绝对当量所造成的降维抹杀。这种认知上的颠覆，远比任何说教都更让人战栗。他没有崩溃，反而在试图复刻刚才那场爆炸的能量封锁逻辑。这丫头是个天生的技术疯子，以后若是还有杀局，这套阵法绝对是最好的牢笼。干得不错，尾款结了，咱们你我2清。这世道说到底还是得看谁手里的本钱厚啊。烧得真够干净的，2尊仙七品器灵自爆，连这底下的地脉都给强行蒸发了。这修罗场现在就是大罗金仙亲自跑来招魂，也查不出半点我留下的底细。 9宫叠加，再引入极阳爆破，原来杀阵的极限回环都能做到这种程度，
这阵脚改的绝了，到底是怎么连上的？只要他还沉在这门技术里，黑风谷这场局就天衣无缝。这丫头对阵法的痴迷，比任何杀人灭口的禁制都牢靠。毁灭的余波，就像砸进死水里的万钧巨石。黑风谷的风暴虽然平息，但真正的涟漪才刚刚开始向外席卷，连百里外的这片山头都落灰了。这得是多大当量的仙气直接自爆，才能硬生生把地皮刮去30丈？这不是普通的自爆，这灰里带着高阶气灵被强行抹杀的死气。赶紧走，把这消息压死在肚子里，谁沾这雾气谁死。出大事了！神狂老大的魂灯碎了！你放什么狗屁！老大带了4个虚寂境10层的高手出去办事，别说这望虚城，就是整个东荒南域，谁能悄无声息的动他？真碎了！就在黑风谷那个方位，5盏灯是同一瞬间炸灭的，连讨个残魂的机会都没留下。来人啊！快来人！少主的本命魂灯灭了！一个连名号都没在东荒路过的散修，居然天书城那个目中无人的小子给抹了，这望虚城的天真要变了。查出底细了吗？到底是谁干的？只有这一个名字，其他什么背景、师承、落脚点，全是一片空白，根本查不到根脚。快撤，把所有的线都切了。这名字现在是个马蜂窝，谁碰谁死。突破到玄光境3层后，气海里的仙力底蕴确实厚实了不少。以前压着地火还得费点力气，现在倒是随心所欲了。哎，你们听说了没？昨夜城外黑风谷出天大的事儿了，天绥城的少主，还有黑市的那位大佬沈狂，全让人给端了。听说连个全尸都没留下。你疯了？那种神仙打架的大事件，也是咱们这些底层内门能随便议论的？你没看执法堂今天都戒严了吗？当心惹祸上身。4品丹药，成色足，数量核对无误。外头天塌了，与我何干？今天还差2炉丹，第2炉起。东三区的地盘，沈狂死了，现在该归我接手。你算什么东西？你的魂灯比沈狂还暗，接手？先看看自己能不能活过今晚。都少说2句吧。那个叫墨尘的，昨晚在黑风谷把沈狂和天诛使团连锅端了，骨头渣都没剩下。咱们现在抢地盘，万一他杀上门来怎么办？这是沈老大的贴身护心镜，怎么烧成这样了？这上面还残留着真凶的仙力余余。你就是昨晚那个墨尘？既然认出来了，那省得我废话。沈狂死了，从今天起，黑道的盘子我接了。谁有意见，现在可以提。没意见，全凭墨尘大人做主。没有拔剑，没有见血，墨尘仅用一件死物和一个背影，就硬生生踩断了这望虚城黑制里所有萧玄的脊梁。品阶太高，我这玄光2层的修为根本压不住这光。要是再搞不到仙石去买高阶镇灵符，这剑早晚要招来杀身之祸。内门大比迫在眉睫，宗门发的那点残羹冷炙，连给这把剑开封都不够。若没有海量的极品造化强行堆上去，这玄光2层就是我在这吃人宗门里的坟墓。我需要仙石，多到能砸烂这些规矩的仙石。
沈狂留下的黑市暗账看明白了吗？看完了，16个片区全是一盘散沙。沈狂一死，这摊子就是块烂肉，谁都想上来咬一口。那从今天起，别让他们小打小闹了，把这16根散线给我拧成一张大网，你来当这个家。黑市里比我修为高、资历深的老鬼多的是，你连脸都不露，凭什么把这么大的盘子砸给我？你私下里教着免疫仙石避开宗门考勤，暗中早就把这12个隐秘交易点摸得一清二楚。活儿你已经在干了，我今天不过是来给你发个正式的授权。这根本不是一盘散沙的草图，这是一张已经推演到了极致，足以把整个东荒散修的骨髓都榨干的天罗地网。这人不仅手段狠辣，这等算计天下的谋局能力，简直让人后背发凉。3个月，东荒散修手里的造化，我保证一滴不漏，全收进你的网里。老祖，那个叫墨尘的档案建好了。这人的底细查了几天几夜，修为疑似虚极巅峰，但来历完全是空白，就像是从天上凭空掉下来的一样，连一丝过往的痕迹都挖不出来。您看，是不是先把他放进甲字号高危格子里盯着？绝密死档，老祖，那可是最高威胁层级的档位，上面一共才压着3个老埋户的名字，他一个凭空冒出来的散修，够资格放进那里吗？这世上最可怕的不是底细有多硬，而是根本查不到底细。凭空出世便是最大的变数。封档。杜师姐，你可算出来了！老天，这丹药的成色5品上等，师姐你这回肯定能把那个陆清安踩下去了。就是，这半个月那小子出尽了风头，现在杜师姐炼出了5品上等大药，看他还怎么嚣张。这家伙的积分怎么还在涨？简直是个不讲道理的怪物！师姐，你别生气，咱们慢慢追。生气？我生什么气？技不如人，认了就是。我原以为自己加把劲儿就能和他平起平坐，现在看来，人家底子比我厚得多。师姐，你服软了？这不是服软，是认清现实。知道了前面还有多远的路要走，总比当个井底之蛙强。差了一步就去补这一步，这有什么丢人的？老大，这16个散修盘口的旧头目根本不听咱们的调遣，他们仗着自己手里有客源，死活不交账本。咱们要一家一家去打，3个月的时间根本不够啊！谁说要一家一家去打了？他们不交账本，就让他们抱着账本饿死。饿死！从明天起，把咱们手里那批绝等的4品大药全部分流到这3个新盘口去卖，价格放低1成。绕开他们！可是老大，这样他们……对，绝等丹药就是最大的诱饵，不出半个月，所有的散修客源都会被我们吸干。那些旧头目手里捏着的破铜烂铁卖不出去，连下个月的铺租都交不起。到时候不用我们去打，他们自己就会跪在门口，求着我们把他们的地盘收编了。绝了！不费一兵一卒，直接釜底抽薪。那位躲在后面的大东家倒是找了个好当家。他给我刀子，我替他切肉。3个月，这望虚城的地下暗网只能有一个规矩。会长，这药香溯源追踪的终点死死定在了仙剑宗内门的天字号丹房区。结合黑市易主情报和那些突然冒出来的大批4品绝等丹，错不了。截断咱们公会财路的就是仙剑宗里的人。去一趟仙剑宗，既然线索牵到了人家的地界，于情于理，咱们都得登门拜访，
依着规矩探探虚实。会长，仙剑宗今日这大阵的光芒，似乎比平日刺眼得多，防得够严的。阵法开得这般紧，看来这门里的水确实深得很。望虚城炼丹师工会分会长许屈山有事需进贵宗天字号丹房区核查一桩线索，非本宗弟子需长老令牌方可入内。分会无宗门跨界执法权，恕难放行。会长，他们这是明着护短，要不要回去请总会即刻下发正式的协查函？仙剑宗毕竟重规矩体面，等咱们总会的协查函一层层，就算真有什么线索，也早断干净了。许会长，请退后。禀报总会，韩少尊亲启。望虚城炼丹师钢会的许青山，此刻正堵在咱们的山门外30丈，要查内门丹房。护宗大阵开着，他进不来，随他去战。写下这3个字，犹如一场对过去无声的复盘，那是半年前他在绝境之中唯一能给出的底线。自陆离宗逃亡，已经整整半年了。圣灵境的全力遁光，加上当初咱们硬拖的那3天，足够他甩开韩九郎半年前那艘非洲了。炼丹师工会捏着东荒所有高阶仙脉的开采令，我宗数万弟子破境延寿的造化，皆仰其鼻翼。这便是半年前我们为何要忍，不是怕他们打，是怕他们断了东荒每一座丹炉的仙脉。所以自陆走前说要去换条路，半年了，不知他走到哪儿了。这竹宗令当初本座签的首重，自陆在仙剑宗待了一辈子，最后竟护不住他一个人。黑势力不需要嗜血为盟的宣誓，当老总管低下头的那一刻，就证明这架庞大的地下机器已经彻底接纳了他冷酷的新主人。下一批。东三区丹草档口，今日入账。第一份密报，望虚黑市易主，新主代号墨尘，沈狂势力被血洗。第二份密报，黑风谷发现恐怖杀局，残留7品阵纹与丹毒，尸体仙气被抽干。这小家伙遮的动静越来越压不住了，有意思，真有意思。
无价！禀告太上长老，首席剑修赵无涯，命魂灯碎裂。不管那莫言是何方神圣，敢诛我天意传承，定要他神魂俱灭！少尊主，左边这份是望虚分会虚情山发来的紧急呈报，他追查截断公会财路的源头，一路追到了仙剑宗内门，却被护宗大阵强行挡在了门外。右边这份是望虚城地下暗网刚送来的密卷，望虚黑氏昨夜突然易主，救主沈狂被一个代号叫墨尘的神秘人彻底抹杀了。许君山在仙教宗碰了壁，望虚黑氏又恰处在同一眼被人血洗接管，一明一暗，两件事凑得这么近，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少尊主的意思是，这两件事背后是同一个人在搅局？明面上的线索被仙剑宗的规矩挡住了，那就从暗处下手。传我的令，去查这个叫墨尘的，不管他藏得多深，把这望虚城和仙剑宗的底子给我连起来再查一遍。我要知道是谁在动总会的钱败子。属下遵命。敢拿大宗门当挡箭牌，我倒要看看你这层壳子能护你到几时。孟师兄这是疯了吗？在这禁地里待了10多天，不吃丹药，也不用护身法宝，纯靠肉身去硬扛这些上古剑痕的杀气。你不懂，这才是最纯粹的传统剑修路子。他不借任何外物，就是为了在生死一线间，强行逼自己凝练出最纯粹的剑道真意。给我破！剑意重销，他成功了！他竟然真的把剑道真意给融进了骨子里！孟秋然，你倒是够狠，不借半点外物，硬是把这条死路给走通了。仙剑宗有你这般耀眼的天才顶在前面，我这散修的日子倒是能安稳不少。黑市的暗网算是铺开了，丹房的地火也彻底压住了。但现在最大的麻烦是韩九渊，这人做事狠辣至极，绝不会像宗门里那些世家子弟一样讲什么规矩和套路。许君山既然把状告上去了，韩九莲的下一张牌肯定会直接掀桌子，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好恐怖的剑意！孟师侄，你这刚刚凝练的真意，连你自己的修为都快压不住了。风雨欲来，既然韩九渊的刀快落下来了，那我也得抓紧时间，多攒点能保命的本钱了。空间被撕开了，天上的是什么鬼东西？快蹲下，那是炼丹师总会的剑门。这把火焰往来望虚城，肯定是要见血的，别抬头找死。韩少尊手令，望虚分会从即刻起由总会全面接管排查。你们这是越权，分会也是有规矩的，怎么能说接管就？闭嘴！在东荒，总会的首诏就是天。分会上下全体退后，给总会执法队让路。他们把剑门的余波扩散出来了，这是在封锁全城的契机！快去禀告长老，总会的人把望虚城彻底锁死了！是天孙城的玉简，我这就去把它拔下来。
你不要命了？这是天书城大能发来的跨域剑帖，上面附着的琉璃镜杀气还没散，你碰一下手就废了。天穗城的人是不是疯了？不派使者，直接拿剑气往咱们议事厅的柱子上砸帖子，这等同于直接打仙剑宗的脸啊！天虚城首席剑修赵无涯，命魂灯碎裂，陨落于仙剑骋地界，不交真凶，绝不罢休。赵无涯死了，死在咱们的地界。完了，天书城这是要拿咱们仙剑宗开刀啊！外头全乱套了，总会的执法队在城里到处录设卡，天居城又直接给仙剑宗下了战旨。我们出货的几个暗口全被盯死了，现在这买卖没法干了。你要我停多久？把明面上的出单全渠道全切断，让底下的人化整为零，全部惩罚。现在谁敢露头，谁就会变成总会和天摧城泄愤的活靶子。就这么干耗着？这可不像你那雁过拔毛的作风。真让他们把望虚城封死，咱们手里的丹药可就全砸在手里了。急什么？等天苏城和工会这两帮凶神恶煞把望虚城彻底搅浑，底下的散谋买不到药，黑市必然断供。物以稀为贵，等这帮人急得快要咬人的时候，咱们手里捏着的那些绝等丹药可就不止今天这个价了。让他们先闹着，咱们等着连本带利的捞一把大的就行。外面的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咱们的炉火不能停。会长，这是总会的巡查飞监。自录那老东西还是没有消息。回少宗主，半年来分会各方勋皆无其踪迹。当初仙剑宗送来竹宗文书时，比上面的签署落款整整迟了3日。等属下带人去劫，早已搜不到他的半分气息。逃得倒快。本座以巡查手之身，全权接管分会。许会长辛苦了，退下吧。封了仙剑宗5品以上仙草配额。少主主，这冻结令一旦发出，仙剑宗乃至整个东荒一半的药炉，今天可就得当场熄火了。万一宗门的太上长老团狗急跳墙，找我们工会交涉，狗急跳墙，他们空有仙剑，但没有我工会的仙草和仙脉，拿什么破解？拿什么延寿？墨尘只是幌子，我要掐断的是那批无暇丹的源头。工会的定价权，不容任何人染产。无疑啊！杀我孙儿，天辉城必让其血债血偿！血债血偿！血
么回事？啊！我刚走过积分要兑换成玄阴资，怎么配合瞬间全没了？别嚷嚷了！工会的冻结令已经传过来，从今天起，宗门所有5品以上的仙草配额全部被无限期冻结。主人，外面的动静太吓人了，那姓韩的比上次姓许的凶得多。比许前山更快的刀，终于来了。在东荒，炼丹工会就像一只吸附在所有修行者喉咙上的句句毒水蛭，他们垄断了所有的仙草和仙脉，逼得无数精才绝艺之辈为了多求几年寿元，不得不像奴隶一样向他们摇尾乞怜。工会一怒，万炉熄火，这便是绝户的锁链。看来韩九渊的冻结令只是个开始，他真正的刀子是要逼咱们把背后的炼丹师交出来。工会这是要仙剑宗的命，没有5品仙草，宗门的底蕴撑不了几年。当年天虚城被工会封锁，经历了整整3000年的仙草荒，无数天才寿元耗尽而死，城池险些沦为废墟。天居城最后是怎么破局的？他们找到一个能炼制无暇丹的奇才。5品仙草虽然被冻结了，但4品仙草可没有。无暇丹拥有普通丹药10倍的药效，用4品无暇丹去代替普通5品，直接废了工会的原料封锁。如今咱们仙剑宗天字号丹房里也有一个能炼制无暇丹的人，他是我们唯一的破局点。这把火，本座替他挡了。天虚城不归宗门管辖，是一座由几大世家共治的独立巨城。赵家执商路，我们燕家掌控阵法，沈家控制地底的仙矿，3家共治，谁也奈何不了谁。赵无涯死了，你父亲那边可有家书送来？没有家书，一封都没有。赵无涯的灯灭了，3元老苏醒时的恐怖威压，直接把留在宗门的剑影阵盘震碎了。我连阵纹都接不上，家书送不过来。老怪物的威压能直接隔空震碎高阶法器，天巨城这回来的人，怕是不好应付。我父亲是个阵痴，天塌下来他也不会多看一眼。但赵家那几个老家伙是出了名的护短，他们很快就到了。少尊主，立苍玄密报，他已经借着灵药峰的关系，把天字号丹房异常的消息放进去了。仙剑宗的太上殿刚刚召集了紧急议事。自大的人，往往最容易从内部被瓦解。需要属下现在就调集执法队去山门前接应吗？不急，等他们自己人在大殿里吵出个结果。立苍玄这颗棋子，该动一动。我门下长老厉苍尘刚刚查明，天字号丹房这段时间频繁有大批高阶级仙草出入，却没有任何内务堂的调拨记录。那个叫陆清安的弟子来路极度可疑。厉海，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天字号立了功，你反倒要在关头查自己人？工会的冻结令已经下来了，宗门几万弟子的仙药配额被断，只要把那个涉嫌通敌私占天字号的嫌疑人交出去，工会自然会解封。交人，厉海，你怕工会怕得连老脸都不要了吗？于应龙，
本座是为了宗门几万徒子的前途。有人提议请天机峰那位下山主持公道，可天机峰下插着的那块入封者死的碑，在座诸位谁敢去挪？仙剑宗欠老夫命，但工会算什么东西？一个区区玄光境的泥腿子，怎么可能无声息地炼制出五品大药？他背后定是站着门中哪个不安分的老怪物，在拿海量的仙草资源死捧他。韩少尊的法旨既然到了，今天本长老便连你背后的靠山一起连根拔起。点齐执法堂的人手，跟本长老去天字号丹房。既然宗门里有人敢藏租纳斗，戒律峰便替宗主清一清门户。主人，外面那个管执法的厉老不死带人冲进丹房区了。听外头弟子的议论，他是冲着封大门来的。查封，既然韩九渊的刀已经亮出来了，那这出戏便来得正好。主人，你大难临头不跑，翻出这块凡人煮汤都嫌腥的破骨头干什么？闭嘴！继续烧你的火。今天这大门，他们封不上。内门弟子陆清安已私占天字号丹房，来源不明。本长老奉戒律峰大令，在查清你的底细间，此地一切炉火即可封存。厉长老，我耗尽心神，在丹房里苦熬数月，才勉强将这石台上的太古龟甲残片转译出了太古通用推演法的残缺一角。这玉简里就是我刚刚大印出的正文。太古通用推演法，那不是传说中失传了几千万年，能逆推世间万物法则的仙家神术吗？万一要是真的，这可是震动东荒的功勋啊！厉长老要强封我的丹炉不要紧，但这玉简里的古老推演法正处于成型的关键时刻。你这一封帖贴下去，断了我的神识共振，导致这无上神术在仙剑山地界失传，这个历史罪名，你肩膀上的这颗脑袋背得起吗？该死！这小子怎么会有这种失传的妖术？万一是真的，宗主和那帮老怪物知道我亲手毁了推演法，皮都能扒了我，这锅老子都不能背！陆清安，3天后和太古神卿带丹院的太上长老来验货，若是让老夫发现你这推演法有一字虚假，定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走！3天，这个时间足够让天机峰上的那个老怪闻到这神术的香气。天机峰是宗门禁地，往前踏一步就是死罪。陆清安，你真是个疯子！父亲说的对，工会要掐死宗门的脖子，这疯子是唯一的火种，刚出关就得被他逼着来替你送死。我在丹术上还没堂堂正正赢过你，你可千万别死在戒律峰那帮人的阴招里。千万一定要送到他手里啊！要是这位老祖宗不行，3天之后谁也救不了你。陆清安，3天期限已过，你既拿不出真货，这丹房本长老今日便收回了。铁封！
失传了5000万年的太古通用推演法。人打是谁？这威压，方圆1000丈，我的气海根本转不动了。天机峰那位不是一直必死关吗？他怎么醒了？在高手如云的仙剑宗，圣灵镜虽是太上底蕴，但他却是其中修为最高、最不讲规矩的疯子。他若下山，同境的太上也要退避三舍。疯子，那疯子怎么强行破死门出来了？到底是谁惊动了天机峰？这把火终于烧起来了。老祖，弟子厉苍玄，正奉戒律峰大令，滚！别挡我看残方！这推演法哪儿来的？第32个回路，你竟然是用天道回路连上的！你入宗时，老夫便觉得你挺有意思，原以为你只是个有些藏拙的后辈，谁能想到你手里握着的竟然是这等通天术法！这残图我只推演了不到2成，剩下的天道回路，我现在还接不上。每个炼丹师都有不能说的秘密，我不问，等你补完，我才配看。传本作令，革除厉苍玄大长老之职，即即可押往主峰禁地，终生禁锢。今日起，谁若再敢通敌，与他同罪。革除大长老，宗主居然亲自动手了，看来传言是真的。哼，原来他早就和外面穿一条裤子了。堂堂戒律长老去当人家的看门狗，真是把宗门的脸丢尽了。韩九渊给你的那些许诺，现在兑现了吗？蠢货！在老夫参透这残图前，谁也不准碰这小子丹房的一根柱子。
缺了关键节点，根本连不上。这小子到底是怎么推演下去的？老疯子虽然实力绝顶，但面对残缺的太古推仙法，依然遇到了无法逾越的学术瓶颈。在陆清安抵出下一阶段的图纸前，他只能像一尊门神一样，死死守在屋顶上。在利益至上的修仙界，没有永远的盟友。对厉海而言，厉苍玄不过是一颗已经废掉的棋子。比起惋惜，他现在更需要做的是如何把自己干干净净的摘出来。韩少尊，厉苍玄这条线已经断了，现在最大的变数是天机峰的那位老祖已经醒了。你们公会要是打算强，自己掂量着办。韩九渊，接下来看你一个人怎么唱这出戏了。韩九渊，你以为拿到了总会的手令，便能扼住这望虚城的喉咙？韩九渊以为夺了权便能封死一切，却低估了一个在望虚城经营了上千万年的商会巨流。有些见不得光的阎王，永远也查不到。本会长在望虚城经营了1000万年，城底下有几条耗子打洞的走私暗渠，你这个少尊主一辈子都摸不到。这2个月，他一人的5品绝等产出，抵得上丹师峰半年。工会已经冻结了宗门所有5品以上的仙草配额，一个能在全面封锁下凭一己之力稳定产出等5品丹药的炼丹师，整个东荒域找不出第2个。在面临工会全面封锁的绝境下，一个能凭一己之力稳定产出5品绝等丹药的炼丹师，已经不仅仅是天才，而是宗门在窒息焦塑下唯一的呼吸口。父亲，他不能死。剑能杀敌，但剑喂不饱宗门里那10万张吃饭的嘴。我知道了。随着这4个字落下，这位掌握宗门大局的太上长老正式完成了对陆清安的战略重估。太古推演法是规则的终极重组，即使陆清安底蕴深厚，每一次推演依然在疯狂抽干他的仙识与心血。那图谱最核心的位置仍有一处刺眼的空白，无法连通。小子，山门外有人在吵，要不要老夫去一巴掌轰走？不急，等他们谈完。哼！老疯子已经站队了，这不是让宗门站队，是让韩九虚自己掂量掂量。从今天起，陆清安受宗主峰直接庇护。在仙剑宗，宗主峰的直接庇护意味着任何针对陆清安的调查与缉拿，都将被视为对整个宗门权势的直接挑衅。太上长老厉害的准入金令。准入金令由太上长老厉海偏发，在仙剑宗的法度里，此令一出，等同于宗门高层亲自放行。韩九渊这不是强闯，而是拿着合法的外交手制，大摇大摆地跨过了大阵的防线。工会的少宗主威压，我的仙气要被生生冻结了。从平虚关星台到天机峰屋顶，数道属于圣灵境的恐怖意志在虚空中交错，先前宗的巨头们都在冷眼凝视，等待着韩九渊踏错最后一步。
3日内交出墨尘，否则东荒域片叶不入仙剑宗。片叶不入，这是炼丹工会最严酷的断供制裁。一旦落地，仙子宗所有弟子都将面临于无药可医、道基干涸的绝境。这不仅是通牒，更是要挖出宗门100万年的修行根基。这里是仙剑宗，外客上山，当属威压。少尊主，你强势威压，这是要绝了我仙剑宗万极天路的草木生机吗？少尊主身怀太上长老亲自签发的准入金令，入山如入无人之境。尔等微末修为，不贵已是僭越，还敢出言不是？本座今日只入金鼎大殿，谁若挡路，便是自绝道途。太上长老的准入金令让工会合法入了山门，大阵根本无法阻挡。韩九渊一路上毫无收敛的释放威压，这是要当着全宗的面把仙剑宗的脸面彻底踩碎。老伙计，闭关多日，你终于舍得在大殿里不装死了。主人，这威压都压到屋顶上了，外头那个小白脸好像要把我们这天草丹房给生生震碎。急什么？地火尚未燃尽，你体内的9头暗金龙炎还差最后一道极限融合，守好阵眼。可老疯子老祖刚才还传音问我，要不要他现在下去一巴掌拍死那只苍蝇。等外头谈完，这盘棋才刚开局，继续控火，今天这大殿他们翻不了天。太古推演耗损急剧，陆清安当下的仙力已经被这残缺一角扎根到了极限，若要跨过下一环，他只能等待地火最深处契约黑龙龙炎的极限突破。仙剑宗天字号丹房当真是藏污纳斗之所。3个月来，望虚城黑市流出的无炉印4品绝等仙丹超过2万枚，所有的出货渠道最终都指向你们天字号丹房。陆清安就是黑市的墨尘。3个月，韩少尊在望虚城蹲了3个月，连他的脸都没见到，凭什么说他是陆清安？丹师总不会的至高调查权。工会的调查权在东荒域仅限于工会注册仙丹师，墨尘从未注册，陆清安也从未以墨尘之名入册。韩少尊手里没有铁证，只有关联，而在我仙剑宗，关联从来都不是证据。少主主，此事是否有所误会？若无真凭实据，直接在我宗拿人，传出去怕是伤了2家万载的交情。不错，我宗内门天骄，岂能因你工会一句毫无依据的怀疑，就任由你们带走审问？我仙剑宗的颜面何在？剑宗主，看来你是不打算讲工会的规矩。炼丹工会习惯了用药草命名的钳制逼人低头，但他们这一次低估了仙剑宗的硬气。没有绝对的程序铁证，大宗门的规矩就是挡下一切蛮横指控的钢铁盾牌。韩少尊，工会在东荒域什么时候有了在我仙剑宗内拿人的权利？质疑总会的法度，杜长老，你是在用仙剑宗的宗门存亡来挑起与我工会的战端吗？少尊主，此言未免太过了，宗主千万三思啊！我仙剑宗立宗1700万年，历经无数浩劫，还从未被一纸工会法度吓得交出过自家弟子。在东荒，在我们自己的山门里，陆清安本座保定了。一句保定了，彻底撕碎了双方最后的虚伪客套。这不是对一个弟子的偏爱，而是仙剑宗在面对公督长长达万年的压迫时，第一次在谈判桌上敲碎了对方的优越感。宗主说得好，我宗上下10万飞剑，绝不向外人低头。唉，这一下是要和工会彻底决裂了。很好，剑宗注重你今日的话。3日之内，本座若见不到墨尘，东荒域仙丹仙药将片叶不入仙剑宗，告辞。片叶不入，没了我徒儿的5品大药，东荒域那帮老不死的，才叫真的片叶不入。无趣。即日起，5品及以上所有高阶仙草
对仙界宗全面禁运，吊销仙界宗所有赞丹师的工会徽章。从今往后，仙界宗弟子不得参与任何工会丹道考核，不得使用任何工会丹方，不得踏入任何工会丹铺。3年内，你们会跪着来求我。工会彻底关上了谈判的大门，这不是对一个弟子的惩罚，而是要用最严酷的物质断供，将仙剑宗万载基业的脊梁生生折断。师兄，明天还能领到回仙丹吗？明天，工会已经全面禁运，5年内，宗门都不一定再有5品仙草入库。1000万年了，仙剑宗的丹师什么时候受过这等屈辱？昨天不是还有一个凝神丹的魅合吗？昨天是昨天，3天内所有外门库存将被彻底封存，停止发放。走吧。终于来了。工会切断了天光之下的生路，却不知道，在最幽暗的地底，那条能抽干整座古城黑市血液的无形暗渠，已经在这一刻彻底张开了饕餮大口。3年，只要工会封锁3年，等宗门的仙药机运彻底耗光，外门弟子该如何修行？这已经不是保不保陆清安个人的问题了，这是宗门存亡的危机。为了一个玄光境弟子，难道要断送全宗10万弟子的前途吗？厉害，你拿了韩九仙多少好处？于应龙，注意你的措辞，本座是为了宗门的大局。杜峰，老夫不管你们宗主封要保谁，答应老夫，别让韩九渊赢。在利益和生存的绞索面前，这个大宗门内部的裂痕已经彻底公开化。但于应龙这一句“别让韩九月赢”，彻底撕碎了投降派最后的体面。仙剑宗立宗1700万年，历经无数浩劫，我们从未低头。工会能封锁仙草的来路，但他们封不了我仙剑宗10万弟子的脊梁。我等仙修绝不向工会低头。丹修亦有丹修的骨气。剑光虽亮，但没有丹药支撑的脊梁，在这全面的断供封锁下，究竟能挺多久？师兄，这封锁令一下，我们今天是不是真领不到仙丹了？别等了，灵药峰连一根杂草都没送过来，库房没药，丹房没药，工会的禁运令刚下来，能有什么药发给你们？陆师弟，你这时候来做什么？今天这里什么都没有。既然宗门的库房空了，那今天便由我来补。这些是1品至5品，共计2万枚，涵盖了各个修行境界。只是别发愣了，登记入库，分发给各位师兄弟吧。2万枚，1品到5品都有，甚至连5品大药都在里面，这怎么可能？你哪来的这么多药草？工会能断我们的药草，断不了天地之间的仙力。
外面还有这么多人在等着用药，后面的弟子排好队，一个一个来。是真的，真的是4品绝等，有了它，我体内的修行火毒终于能压下去了。多谢陆师兄，多谢宗门，天不亡我仙剑宗。走，快回去通知其他人，天字号丹房把天给撑起来了。我以前在贡献碑上，只看着他那刺目的数字，心里只有不服。可今天看着这些弟子捧在掌心里的温度，我才明白，他这一手是强行吊住了我们10万人的命。没有工会的炉印，火性却温润如纯阳烈日。这小子用自己的大阵强行补全了工会掐断的活路。我们这帮老家伙，昨日摘了徽章便只顾着叹气，当真越活越回去，白活了。师兄，工会虽然封了5品以上的高阶仙草，但我们库房里还压着数百万斤1品到3品的常用仙药。工会不让我们用他们的法子炼，我们便用自己的炉子烧。说得好，没有工会那枚破烂徽章，老子照样是仙剑宗的丹师。传我令，开库烽火，能烧一炉是一炉，绝不能让天字号丹房独自在前面挡道。没有工会的炉印，火气却温润如太阳烈日，以真入丹，竟然真能做到这一步。我还差得远，既然一个新精进弟子都能凭意志力抗衡工会，我段辽河也绝不能拖了宗门的后腿。起火！大掌柜，工会断供的禁令刚传出，望虚城那些散仙仙草贩子手里压了大批高阶料，根本卖不出去。现在全城只有我们敢收，但我们要吃下这么多，需要垫付的仙石是天文数字啊！不管要多少仙石，全额吃下。告诉那些散修，有多少我们收多少。哼，韩九云觉得封了仙草就能逼宗门低头，但他忘了，那些底层的仙草散贩也需要活路。陆清安在明面上撑起了宗门的天，我们就在这地底把他的后路铺成铁板。他绝不会输，我也不允许他输。指令下达，全力收拢，不计代价。本以为这小子只是在天字号丹房里求条活路，没想到他这一步直接把整盘棋给盘活了。他今天这一手不是给弟子们送丹药填肚子，是在给全宗送底气。有了这2万枚，韩九兰的片叶不入通宝在3年内就成了一张废纸。不过就算有地脉地火相助，仅凭他一个玄光境弟子，也断无可能在几天内凭空炼出2万阶梯大药。他背后的那位大能，怕是连古法大眼分光阵都彻底传给他了。他背后站着哪位隐谢古老道统并不重要，只要他能在大阵里成批的吐出丹药，他就是我仙剑宗最锋利的剑。老疯子既然在屋顶当了门神，我们这些老家伙也该在前面替他多挡几刀了。小子，你这太古推演法的第37个节点，还要让老夫等多久？哼，没良心的小辈，用老夫的时候倒是不客气。哼，好了，那老夫便在屋顶再守你几天。要是突破时烧了房顶，老夫拿你试药。老祖，地基已经稳了，但要推演37个节点，我的仙力不够，需要等小黑子体内的暗金龙焰彻底突破，借助纯正的魔龙真火，才能打通最后一关。我在。半月前，天虚城赵家之主赵天罡因痛失爱孙，倾尽底蕴开动3艘1000丈飞舟，历经半月跨域航行。如今这支庞大舰队已在边界锁死，配合药师公会的禁运令，对仙剑宗极限施压。即便赵天罡身怀圣灵7层的强横修为，远胜宗主剑无极，但在后方仙宗那位不在编制跨入圣灵8层的老疯子，却用无声的意志死死按住了天书城内那3尊达到圣灵9层必死关的禁忌级老祖。在这势均力敌的战力对峙下，宗主剑无极一人一剑，直接踏入了赵家1000丈飞舟大殿的最深处。趁火打劫，
代价是和一个拥有圣灵境老死不死的千万载宗门结下不死不休的死仇。剑无极，你仙剑宗包庇黑市墨尘，任其在黑风谷诱杀我孙儿无涯。今日不把那个墨尘交出来，你休想走出这艘飞轮！我仙剑宗名册清白，从未有过什么墨尘，一个黑市散修的恩怨，凭什么扣在仙剑宗头上？至于你，赵天罡，你赵家部众10几万，输得起，但沈家和燕家凭什么陪你拼命？那是个拿再多命也填不满的无底洞。赵老，消消气，当初联兵说的是借工会之势分一杯羹，可如今剑无极连本命飞剑都拔出来了。若真和他们死磕个两败俱伤，我们手里的矿脉明天就要改姓，封锁可以继续，但若要我沈家打头阵去拼命，我不跟。陈万军，死的不是你沈家的人，你现在要当缩头乌龟吗？我只是个生意人，这趟买卖不值，我不当炮灰。燕归城3家董志，表面铁板一块，实则各怀鬼下。同为圣灵境老怪物，沈万军深知同境搏杀的惨烈，他的退缩瞬间抽干了赵天罡发案的全部底气。燕家摆弄着整座天居城的防御命脉，身为圣灵6层的燕惊鸿至今没有开口，因为他唯一的女儿燕回此刻就在仙剑宗，在其余2家死盯着的情况下，他任何一句话都会引来万劫不复。但他对女儿的偏袒早已落在了这私密的动作里。3天，3日之后，若天虚城非洲敢跨过边界半步，仙剑宗随时奉陪。起。太古魔龙血脉的进化极其残暴，极阳地脉的升温只是引子，真正要撕碎虚寂境瓶颈，需要他的肉出在火海中扛下太古龙炎反噬的万千淬炼。主人，这地脉太烈了，我这身旧鳞都要被生生融掉了。太古血脉，俺要是撑不住，今天可就真成烤蛇了。当狂暴的太古火毒被彻底征服，魔龙的肉身开始在绝对控制力下向内急剧坍缩。这是虚寂境独有的返璞归真，能将沉落星河般爆裂的质量完美敛入无害的小小体态。本座堂堂9手魔龙突破完，居然缩成了这么个玩意儿。这要是让其他古老道统瞧掉，还以为我成了谁家养的狸奴。罢了，你这尖头倒还算暖和，以后本座就在这儿落脚了。传我密令，调赵家精锐飞舟，在边界100里外压境，但绝不做第一个动手的。让工会的禁令去耗死仙剑宗，等他们内部狗急咬狗露出败相时，本座再带兵去收了他们的基业。赵天罡并非只懂暴怒的草包，他的拍案而出是怒，但他的谋局是让整个工会的断供令充当他最锋利的刀。数位圣灵境老不死，一旦逼得那几位圣灵8、9层的怪物醒来拼命，我们手里的仙石明天就得变成棺材。这趟买卖我宁愿少赚，也不冒当棺材的风险，等他们自己熬死。燕惊鸿无法向任何人表露他的立场，但他这悄然将女儿旧接引盘的碎片抹进新玉石中的动作，已经在无声中为女儿燕回重筑了一条回家的生生之路。龙岩，起。本座吐出的太古真火比之前强了100倍，普通地火烧不坏这破骨头，本座1口火定能叫它现出原形。太古推演，无火不成补，凡人地火微末，根本无法在坚不可摧的太古龟甲上留下半点痕迹。只有跨入虚寂，血脉反太古的至纯龙炎，才能啄开这遮蔽天机的太古铜律，以龙炎啄骨龟，天道补照自显。随着推演法最后37个节点在龟甲表面的碎裂声中彻底连通，困扰仙剑宗的寒潮终将迎来改写。手握神术的陆清安将在3年内用这太古之补，在大阵里成批的吐出怎样逆乱秩序的无上仙丹。 20余日过去，
虽然药师公会封锁如铁，但仙剑宗内部却诡异的平静，丹药库存更是不降反升。少尊主，已经20天了，仙剑宗那边不仅没有派人来求和，贡献之堂每日发放的丹药反而比封锁前还要多。我们的人至今查不出那些药草的来路。无碍，仙剑宗就算有100年积蓄，也终究有个极限。剑无忌这是在拿老本死撑，本座耗得起。这气息，少主主，这火焰的气息竟然穿透了非洲的护障，我的气还在沸腾。这不是凡火，更不是什么阵法波动，这是太古魔龙的本命龙炎，难怪能撑到现在。剑无忌，你这个老狐狸，背后居然还藏着这等太古底牌，你究竟瞒了本座多少事？最后一单已交割，12渠同步收网。望虚城及周边3城黑市近3年的火主底蕴已全部在此，但工会已经在追查灵石流向，从今日起，望虚再无暗渠。暴露了便暴露了吧，底蕴已足，这暗区也没必要再留了。哈哈，这么多5品、6品的好货，本座的龙颜早就按捺不住了。吸了这股纯阳生机，本座的太古魔龙血脉必能彻底锁住虚寂境。烧！近10万株中高阶仙草蕴含的本源生命力，在太古龙炎的敌道下，化作滔天洪流，无情地撞击着陆清安的命盘。宿主寿元基数已破10亿，即刻起6品及以下生灵仙草的毁灭进入法则递减，不再提供高额寿元。什么？10亿一过，天道居然把低阶仙草的寿元给锁死了，这意思是我们以后烧再多的5品、6品药也长不了寿命了。天道在恒定平衡罢了。寿元一旦破10亿，低阶的草药生灵对我的生命增长就几乎毫无意义了。这是逼着我们去更危险的地方。东荒最值钱的也就6品草药，再去高处哪还有药给咱们烧？急什么？天道收缩了低阶仙草的因果，无非是逼着我们去换个更大的会诊。只要那一物换一命的天道秤还没翻，这笔账咱们就绝不会亏。5000万年的残局，总算在今天接上了。39个节点，居然真的全部连上了！好你个陆清安，老夫苦思冥想了半个纪元的死局，竟然被你小子用这古怪的法子给破了！好的神！制裁令下已近满月，仙剑宗的丹药库房不仅没有空置，反而比以往多出了数倍。这太古通用推演法，不愧是创世之初的天道规则。仅仅消化了其中的2成感悟，我体内的修行个骨便已形同于圣。成了，比老夫预想的还快了半天。工会的满月通牒期限已至，这一日，东荒大宗的主权迎来了最粗暴的挑衅。那是总会的终极通牒令，他们真的要在3天后彻底断绝我们的全部仙药工艺。欺人太甚！这是要绝了我们这10万弟子的修行路！
3天不交，本座倒要看看他们这没有仙剑护道的工会能跟我们耗到什么时候。令箭碎了，韩九元的脸也碎了，但他不会撤。我知道封锁会继续，他在等我们内部掀乱。厉海今天在大殿上没说话，他没说话比说话更危险。天虚城的非洲还在边界上，韩九元退了，赵天瞻未必。10万弟子金眼拔了剑，士气有了，但士气填不饱肚子。陆清安那2万枚丹药能撑多久？3个月，最多。3个月，够了，至少给了我们站直了谈判的底气。黑色的飞船在空中折回，而在这个被所有人遗忘的偏僻角落里，太古的枷锁已经被第一只满是泥泞的手彻底掰断。传本座至高宗主法旨，极东荒原深处的太古禁制已被震碎，万载密域太古仙渊已在大地深处重现端倪，开启只在旦夕。此仙渊开启时辰极不确定，快则3、5日，慢则半月，落位之日全凭天意。此行唯有琉璃境及以下境界方可入内，凡琉璃境以上强者若敢踏入半步，必被大渊的空间规则当场抹杀，化为飞灰。仙渊之内不仅藏有外界绝技的7品、8品神药与法器，甚至是9品长生神药，更有无数上古仙元与大能传承。可造化越大，凶险越甚。天书城及东皇各大宗门的不世奇才皆会入内，此去必是尸山血海。此行9死1生，但也是我仙剑宗唯一的翻盘之路。3日内，神宗上下备战仙渊。高台之上的全宗备战，是为了在不确定的开渊之期里搏那一线天机；而在密室之内，陆清安的破境，只是为了在仙渊落位前，给自己多积蓄几分抢夺长生神药的手段。琉璃以上，入之必死。而我这玄光5层巅峰的修为，落在那些自命不凡的琉璃境天骄眼里，不过是送死的蝼蚁，反倒成了最深的安排。仙渊无常，里面还有别家宗门的妖孽，唯有自身底牌够硬，才有火中取粮的资格。带上。太古大渊落位全凭天意，谁也说不准具体的开启时辰。里面的古怪法则更是邪门，琉璃以上入内即死，老夫这圣灵境迈不进去半脚印。你在里头要是死了，剩下的太古推演法谁来给老夫算完了？活着回来，把后面的题解了。
全面封锁以祭满月。但这一天，那些意图将仙剑宗死死扼喉的捕猎者们，却在对方那2万枚无缝交接的绝等丹药前，硬生生碰碎了獠牙。收队。少叔主，咱们这就撤了。这时候收兵，工会的颜面在东荒可封锁已无益处，无端耗损实力。太古仙渊既然已经重现，自然是要抢夺机缘。仙渊境绝琉璃以上境界，本座这琉璃10层的修为，在里面便是天。我会在深渊底下等他们来送死。韩九渊的大军前脚刚撤，太古仙渊那道无形的绞索就已经在荒原深处悄然勒紧了所有人的咽喉。前些日子那一炉绝等赤阳丹，等同于在阎王手里抢命，算我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但我这人向来不喜欢把因果挂在嘴边，我在生死禁区压着一道剑意没用，需要找一块试剑石。整个内门，我只信你的剑。来，既然你想用剑来了断因果，那我成全你，请。邪剑！剑不错，习惯用剑来表达意志的人，远比那些动嘴皮子、权衡利弊的人要可靠得多。剑锋未折，计已成。太古仙渊这趟局，我够资格去闯了。这处太古残阵的灵气流转节点还是不对，得再逆转3分才行。谁在这个时候烦我？龟3元老缺一，这是打算让我回去顶替那个无聊的阵道主位？天书城的所谓秘传阵法，全都是从上古残卷里东拼西凑抄来的残次品，早就烂透了，有什么好稀罕的？留在这里，我才能接触到太古真正的阵法。想用血脉感召来绑架我，做梦！这虚伪的枷锁，今天就彻底断了吧。能这般干脆利索地斩断血脉因果，这份毫无耍猎的狠绝，才是变强的最大底气。竟然选择命灯断腕，宁可承受神魂受损的代价，也不肯回应我的召唤吗？看来那片枯寂的废墟里，确实藏着比天苏城权力中心更吸引你的东西。不回也好，既然你有着这般宁折不弯的傲骨，这燕家的牢笼困不住你。赵家和沈家那几个老东西，早就对空缺的阵道主位虎视眈眈了。既然3元老之位缺血，这新一轮的权力洗牌，我便亲自下场陪他们玩玩。这半个月来，12条暗渠的所有痕迹已经被我彻底抹灭干净，没留一点收尾。余下的全部仙草与仙石，我在黑市最深处的交易场换成了这件东西。这是仙7品绝等法宝虚空流影环，只要注入仙力，就能在虚空中瞬间留下数道流影残像。仙渊之内危机四伏，这法宝能彻底混淆圣灵境以下所有强者的仙识追踪，绝对能成为你在生死关头的保命宝牌。能在绝境中争取到哪怕3息的逃命时间，就已经足够改变战局了。这笔买卖做得很稳妥。诸事已毕，仙渊保重。7品护心镜死死护住我的心脉，这枚虚空流影环抹平了未知的致命杀机，临行前也算是增加了2大保命底牌。太古仙渊，不管是神是鬼，这局棋我入局了。黎明时分，望虚城外万里荒原骤然撕裂，那座沉睡万年的无上宝库太古仙渊毫无预兆地洞开了。太古仙渊，这等惊世机缘，可惜只容得下那些未成火候的小辈去争了。福祸相依。
这又将是一场用无数白骨堆砌出来的大造化。开了！太古仙渊真的在这个时候开了！太古仙渊的洞开，意味着这场生死造化之争正式拉开了帷幕。仙剑宗10万内门弟子用他们最隆重的方式，为这批即将去博取惊天机缘的远征者筑起了一条送行的大道。陆清安立在入仙渊的队伍中，他的肩头已经化为暗金幼兽形态的小黑子，正极其老当的握着，准备随时随主出征。进了这仙渊，生死各凭天命。这瓶5品护脉丹我替你留着。陆清安，咱们仙渊内战，谁也别死在谁前头。这太古仙渊的滔天造化，我徐青莹同样要争上一争。仙渊凶险，希望我们都能平安归来。活着回来，这个向来只认利益的散修，第一次向这个庇护他成长的宗主躬身行礼。主山门外，太古仙渊大门吐出的太古风暴正隔着护山大战，发出一阵阵令人心悸的轰鸣。这是跨出安全区前的最后一道防线。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即将一去不返的时候，陆清安的动作突然停下了。太上长老，出征前，弟子想入一次终极兽幻塔。去吧，仙剑宗的塔永远对你敞开。杜峰以为陆清安只是在临行前去塔里挑选保命底牌，但他根本想不到，陆清安此刻揣着的是足以砸穿整座塔的10亿年寿元。青铜大门关上的那一刻，外界所有的喧嚣与风暴都被这股不可抗拒的天道力量物理切断。塔内只剩下陆清安自己的呼吸声。这10亿年的金色兽元漩涡，是他最大的秘密，也是他敢于踏入那片琉璃镜以下极凶之地的唯一底气。寿元检测10亿年，已达此塔权限极限，解除所有限制，一次性扣除2000万年，可换取一个8品法宝盲盒，盒内法宝属性随机，是否抽取。开始。修仙界中，所有修士拼死拼活，只求增加寿元，但陆清安是个艺术，只要毁灭生机，他便能无限增加寿命。今日他带入终极兽幻塔的筹码，是足以令整个东荒震颤的10亿年寿元。检测到10亿年寿元，已触及此塔极限，解除规则限制，投入2000万年寿元，开启一次盲盒，必出先8品法宝，属性与等级完全随机。是否开始换宝？2000万抽一次，这终极塔简直是个吞金的无底洞。寻常圣灵老祖倾家荡产，恐怕也只够开1-2次。不过我现在的本钱够厚，先扣2000万，探探底。寿元扣除2000万，盲盒开启。恭喜换取先8品下等赤焰破阵枪，内部阵纹粗糙，最多承载3次圣灵巅峰的仙力灌注。整整2000万年寿命，竟只出了一件寻常下等火器。这幻兽塔真吃人不吐骨头。塔灵，继续开。先8品中等寒随凝玉鼎，先8品下等青木枯荣剑，先8品下等震月玄武整整10次爆金砸入2亿寿元，石台上堆起的中规中矩的普通8品兵刃与防具。终极塔的法则有些古怪，每次只抽2000万，就像往大海里扔石子，涟漪太小，只会触及最表层的普通库存。单开盲盒概率太小，根本抽不到先8品高等法宝。2个亿啊，主人！换成低级塔的仙丹能承包仙剑宗库房了。不能这么耗下去了。塔灵，直接扣除1亿寿元，5个盲盒同时开启。我要让多道法则在同一瞬强行碰撞，把先8品高等法宝的概率撞出来。寿元扣除1亿，5盒合同开。恭喜换取先8品中等所需定心锚，先8品中等大千采摘手。果然，多盒同开概率大增。大千采摘手能无视禁止，隔空取物，降低夺取造化的风险。至于这所需定心锚就更霸道了，一锚砸下去，哪怕是狂暴撕裂的百丈空间乱流，都能被硬生生定死在原地，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再扣1亿，再开5盒。
喜抽中仙八品绝等稀有法宝7天无相珠，可隐匿一切修为气息，遮挡天机神识。太古仙渊里必有各方天骄妖孽，有了它，便多了一重保命屏障。底牌还不够厚，仙渊不仅有各方天骄妖孽，还有一些远古禁制。阿灵，再扣2亿，10盒同开，把压箱底的法宝给我炸出来！高阶法宝极耗仙力，我玄光储备撑不起频繁催动。仙渊探路还需要大量炮灰。阿灵，调出7品宝库兑换。7品宝库已开启，仙7品无需盲盒，可直接指定品类与属性兑换。仙渊不需要花里胡哨的法器，我只要最极致的消耗品。塔灵，用我剩下的寿元兑换一些7品上等和绝等的极速符箓、顶尖杀阵和防御阵盘，给我5000万备用，以防万一，万事俱备，该入局了。退！是空间杀阵，进去就是死！血海老祖居然被仙渊法则瞬间碾成了虚无，这地方高阶老魔硬闯必死。太初道宫的圣子元眼，还有玉虚仙宗道子姬天命。战场上的是东荒中州古皇族的楚天阔，连须弥圣地的无逢子也来了，4大顶级天骄齐聚，这纪元哪还有咱们底层的活路啊？大争之势，造化只属于强者，底层的蝼蚁就用你们的血肉替我等铺路吧。在绝对的死亡与天骄威慑下，数万散修被吓破了胆，生生退出一片带血的真空地带。而在这片恐慌退潮的人海中，戴着面具隐匿了气息的陆清安却如幽灵般逆流而上。终究还是太古残阵，3息半运转，阵气必有一阵的停滞，卡准他换气的空当落脚，就是生问。在数万散修看怪物般的呆滞目光中，他连头都没回，直接跨进了那扇吞噬一切的血红大门。太古仙渊的局，我入座了。太古仙渊第1层黄昏荒原，这里的杀戮无关刀剑，只有连天道都感到战栗的重力法则。对于这数万名被贪婪冲昏头脑的闯入者而言，这里就是第1道无形的绞肉机。重力不对，上面是下，下面是上啊！都趴下别动，把法宝全收起来，法宝灵气会引动更强的空间乱流，走错一步就会被撕碎。入我安全区，每人500万仙石或等价仙材，交钱活命。是梁天指，玉虚仙宗的道子开安全区了，快进去躲躲！我给，快让我进去，外面根本没法活。还有人嫌命长，那就去和那些碎石作伴吧。梁天尺虽然强行拍平了中心空间，但太古法则不可忤逆，被强行压制的法则反噬，必定会在光柱外围激起更为规律的重力波纹。左前方3息一转，偏右错开2步，虚空断层的缝隙就一瞬间。这重力绞杀看着乱，实际全是在绕着这片荒原的地脉打转。那小子不要命了吧？连一丝护体仙气都没开，就敢在重力区域走？推算清楚了，
只要踩在这片荒原法则脉搏跳动的死角上，顺着这法则潮起潮落的缝隙落足，就能顺利通过这片荒原。能以一己之力推算太古法则的规律，这人有点意思。跨过黄昏荒原，在巨石殿堂遗迹内，另一场无需见血的无声绞杀正悄然降临。这里考验的根本不是修为法宝，而是最容不得半点沙子的道心。此乃吾当年之讲道台，你所畏惧的，你所亏欠的，你所逃避的，皆在此处。直面它，方可过关。万般因果，皆由念生。念若成冰，万法自灭。用冰神功极其霸道的无情冰道，强行冻住自己的七情六欲，以此屏蔽心魔。这女人对自己够狠。好恶毒的法则，把人一生的恩怨纠葛全扯了出来。这等业障乱局，谁要是傻到去顺着他的道一根根梳理，绝对会被活活耗干寿元。师父，我当年不是故意在炼丹时做手脚，还想作死妖杖毒死您的，你别来找我索命啊！既然理不清，那就全斩了。大殿内，无数修士还在因果业火中绝望哀嚎，而早已将一身业障斩得干干净净清安，却如入无人之境，踏上了通往下层的幽暗世界。如此恐怖的因果业障，他竟斩得这般干净利索，没留下一丝痕迹。此人修的究竟是比我更绝情的无情道，还是某种极其可怕的大道？主人，底下藏着个极其讨嫌的老骨头，这股又腥又臭的血脉味，他在挑衅我。能让你这魔龙血脉有所感应，看来这底下的万古河谷盘踞着一条活着的太古凶龙。主人，做了它！这老东西的龙髓绝对大补。髓虽好，但跟活着的太古凶龙死磕会增加很多风险。我们的目标在深处，不要节外生枝，收敛气息，避开它。别过去，那边有杀阵！仙石归我了！滚开！谁先抢到算谁的！太古仙渊第2层万古河谷，踏入此地的人很快就会明白，比太古杀阵与绝地凶物更可怖的，永远是身侧同行的贪念。前面那条路应该安全一点，一起冲，不然都得毒死在这儿！安全个屁！刚才死的那个就是你们的人！前面那么多东西，不去抢点儿？身上的气息分明只有玄光境中期，竟能悄无声息地贴得这么近。你不也没去？我修为低啊，过去不就成别人踩的骨头了？再说了，有命抢还得有命花。喏，正主来了！快退！快退！地下有东西！是古龙，这气息起码需进境后期，一起出手，不拦住他，谁都别想过去。这东西脾气不小，骨骼硬度不低，普通7品法宝都未必砸得开。楚天阔，是中州古皇族的楚天阔。中州古皇族有点意思。一拳，他连术法都没用。门后面有门，不是普通遗迹，这是大造化。
原来在这儿。他像是早知道这里有什么东西。你是不是在算碰上这种怪物，自己该怎么活？你话很多。那也得分人，像你这种躲在后方看半天不出手的，我就挺好奇。少叔主，楚天阔打碎了那头古龙，触发了一扇古门。咱们原先设在四周用来拦截的沙阵全撤了。既然古门出现，那这烂鱼臭虾就不值得再浪费阵法。传令下去，把通往古门的路全给我拦住。既然喜欢当开路先锋，让他先进去。只要守住大门，里面的造化他怎么拿进去的，就得怎么给我吐出。没资格入局的废物！冤魂，别碰那片碎骨！几缕连实体都凝聚不出的怨魂，也敢来放肆？交给我！这些怨魂没有实体，刀兵难伤，对普通修士来说，缠上就是麻烦。可对小黑子这种太古纯血来说，不过是一触即灭的飞灰罢了。不是错觉，小黑子粉灭这些怨魂，我的寿元也在长。难道说怨魂也算生机残留？这万古河谷对别人是兄弟，对我来说，除了那扇门，恐怕还是一座现成的寿元矿场。古门一现，河谷变成了一座困兽的杀局。有人以力破天，有人半路设伏，也有人蛰伏暗处，冷眼看着别人拿命去趟哪条路更容易死。楚天阔在破古门上的禁制，韩九州在阻断通往古门的路，还有几个在暗处观望。这股气息是真热闹，那扇门看着就不太对劲，他们怎么还拼了命往里冲？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留在这儿？好奇里面有什么？而且等前面这些人把危险都试得差不多了，咱们再进去，不就安全了吗？拿前面所有人的命当探路的石头，还能说得这么理直气壮？在太古仙渊内，没有过硬的实力，冲得越猛，只会死得越快。古门现世，正面早就杀成了一口血肉磨盘。可那些想从侧翼绕进去的人还不知道，真正等着他们的不是活路，而是绝杀。这里静得有些邪门啊！士气绝阵，把这种凶阵摆在偏僻小道，看来韩九渊根本不是为了堵路，而是想让人折返走其他的路。有绝阵，快退！这就叫赶羊入圈，拿绝阵当鞭子，确实像韩九渊的做法。韩九渊布下的是赶尽杀绝的阳谋，而陆清安要走的从来不是活人眼里的坦途。主路一片混乱，侧翼全是绝阵，韩九渊是真够狠的。那是谁？这种地方还有人敢硬往里走？步步生莲，是须弥圣地佛子无念。阵起，给我剿了他！闭口禅，不言不辩。你施来多少杀意，他便原封不动替你结多少死结。破了！韩九渊的阵真被他踩穿了！路开了，快冲！再慢连汤都喝不上！少尊主，侧翼绝阵被人踩穿了，3名暗卫被自己的杀意反噬，当场化成了黑水。化为黑水，闭口谈。原来是须弥山那个瞎和尚来了。侧翼缺口一开，后头的人全跟着往里挤。少主，要不要抽人过去堵上？堵什么？有人肯在前头送死，自是极好。门前最后300丈，连天阔都无法轻松通过。现在有人抢着往里跳，我们正好省了力气。属下明白。侧面不用管了，传令主路死士，跟我压上去。最后这段路我亲自来救。韩九渊根本不在乎是谁撕开了防线，在他的算计里，无论是破阵的佛子，还是贪婪的散修，只要进了这盘棋，就全是替他踏平死路的工具。又变了，退路全封了！韩九渊是故意的，他在逼着我们往前送死。
主路杀阵一片混乱，侧面小路困阵堵人。韩九元在借地脉层层筛人，能绕到这里的都不是蠢货。绝境里平白结仇，就是给自己挖坟。落不轻，收很稳，这绝不是慌乱逃进来的散修。前面不仅有人，还是专门干探路杀人勾当的老手。这里的气息感觉好危险，不太对劲，这不像什么宝光，许是里面大阵的光。这个阵的阵眼可能就在后面。地上的骨灰也没来得及飞散，人最多刚走半炷香，这人光靠手指头就抹掉了上面的阵法，周围连个痕迹都没留，是个顶尖的阵道高手。可他明明能破开，却故意留了半截没动，许是看出了底下要命的杀阵，在故意做局，就等着后头来个不长眼倒霉童帮他把雷给踩了。前面那帮人拿命去填的，果然只是个空壳幌子。在这吃人不吐骨头的鬼地方，能活着捞到好处的人，从来都不是手伸的最快的，而是先把坑看明白的。既然有人设了局，后头必有趟雷的鬼，那就耐心等等看，下一只伸进来的手到底是谁。这阴风不对劲，连护体真气都挡不住，挂在身上像是要连魂都给踢出来。你不要命了？忘了这门前那些人是怎么死的？别乱踩，这地方的造化不是我们这种修为能碰的。陷阱做得太明显，连最底层的修士都不敢碰。没人上当，做局的人也该急眼了。虚寂境中期的罡气护体，步伐沉稳，每一步都精准避开了地脉的暗纹，此人必定精通阵法。戒心倒挺重，不过既然布了局，就没有空手回去的道理。把阵盘撑开，换条大鱼来杀。机关算尽的阵道老手，总以为能以外界的经验来张量太古仙渊，但他们忘了，这里的地脉阵轨混沌无常，任何一丝外来的灵力，只会引发这里的空间法则，招来严重的反噬。法则倒灌，这阵法下面连着太古地脉的煞业。给我战！太古地脉中积压了千万年的深渊毒瘴，其腐蚀性足以在3息之内溶解任何琉璃境以下的护体煊气。护盾要碎了，神经毒素正在顺着经脉绞杀他的心脉。他是个顶尖的阵法师，单枪匹马深入此处，利用仙渊地脉布下此阵，手里必然握着仙渊的一些情报。他敢避开主路孤身来此设局，手里必定捏着仙渊第2层的核心秘辛。就这么死了有些可惜，用一颗丹药捞他一把，看看能不能套出点有用的东西。这并非能起死回生的神药，但其内蕴含的纯阳之气，恰好是这些太古阴毒瘴气最天然的克星。打进去了，纯阳之力会在接触毒液的瞬间发生爆燃。绝境中的求生本能，让商剑轩抓住了这转瞬即逝的生机。在下商剑秋，救命之恩，商某记下了。玉简里是我机缘巧合得到的关于仙渊的一些信息，全当报阁下的救命之恩。太古地脉的隐藏窍穴，这颗丹药花得值了。主人，下面有东西，极其精纯的太古同源气息。毒瘴冲散了外层杀阵，把真正的阵源露出来了。三彩绞杀阵已经被毒气带偏，运转不稳。左下角那一道，就是整个阵法最关键的受力点，点碎它，整座阵就会一起塌。
这地方不对劲，岩壁里的热流全在往池子里汇。那团黑色的东西看着像水，却比水沉得多。这里面的能量精纯的吓人，但也狂暴的离谱。我要是直接下去，肉身根本承受不住，只能先收集起来，出去后再研究了。小黑子！不对，是这池子里的气息把它吸引进去了。这东西一入体，居然直冲骨血，像是要把我整个人拆开，再重新断一遍。不能乱，稍不注意，这股力量立刻就能把我冲废。修为竟然提升了，肉身像是被重教过，骨头更沉，血肉也更扎实了。不对，我这边已经稳住了，他那边怎么还在吸收？他吞得太狠了，再这么下去，回来了。主人，这东西太凶了，我好像吃撑了，要睡一觉。气息全收回去了，看样子是撑不住了，只能先沉下去。还剩这么多，留在这里太浪费了，带出去慢慢练，总比扔在这儿强。暗脉深处的洗礼，让陆清安的肉身感知完成了重塑。空气中那一丝极为隐秘的血煞残痕，在他全面蜕变的感知网中，犹如暗夜里的火把般无处遁形。2道琉璃镜出气的气息，落步间距分毫不差，呈山形合围。刚好用它们来试试强化过后的肉身强度。左侧石柱逼出来，上！没有灵力波动。能将我的肉身提升到这等地步，那一池液体确实大。小黑子吸收了那么多，也不知道能提升到什么程度。韩九渊的眼线已经铺到了第2层的边界，他们身上必然有后续的计划。第3层的封锁网已经收网，这3面阵旗刚好能作为撕开他们杀阵生门的钥匙。第2层西北暗脉侦测到未知能量异动，看来小黑子吞噬那些液体时，终究还是溢散出了一丝气血波动。害死尸暗中清扫，而非明面镇压。能活到现在的都不是善茬，真逼得这帮人狗急跳墙一起上，韩九渊也得脱层皮。开了，我拿到了，真是传承！放下，那是我先找到的。你先看见，就是你的了。太古仙渊第3层，名为多传承废墟。这里没有天地，只有悬在虚中的残殿、断碑和古塔。谁先碰到传承，谁就先成众矢之的。青铜剑阁归天雷宗，谁抢谁死！进了仙渊，谁还管你是天雷宗还是提雷宗？谁抢到就归谁。众力是混乱的，废墟乱石的牵引力各自为阵，左边人多眼杂，右边地火吞吐，光门那条唯一的生路反而最要命。玉台亮了，又有传承出来了。这第3层看来比前2层更加残酷。第3层的规矩比前面2层都要原始，造化里手是无主之物，到了谁的手里就是催命的丧钟。
给我震！弱者在混乱的牵引力中被绞杀，而真正的狠角色会用最暴烈的方式强行砸出自己的立足之地。想抢，踏进来试试。有人以剑骨镇压残意，有人用丹火画出死线。离位生门，呵！他们都在争夺机缘，却不知道自己早就成了别人眼里的猎物。外面的散修还在算计怎么活到最后，而有的人已经在定谁该先死。找到你了！仙渊深处，死寂压抑。不管你修为多高，是正是邪，这尊道心天平只称一样东西：你心底最真的求仙执念。你求仙是为了什么？别抢！杀光所有看不起我的人，抢夺一切资源！光有杀戮贪念，却没有大道本源之称。驱逐！你求仙是为了什么？我只想活下去。最卑微的求生欲，只要绝对真实，道心天平也会认可。你求仙是为了什么？为苍生求太平，斩尽世间邪魔。虚伪！满口仁义的伪装，骗不过仙渊法则的眼睛。修行本就是一场逆天争命的厮杀，越是执念深重，在这太古法则面前的分量就越是沉稳。可若是有人心中无欲无求，将这天地造化都当成了明码标价的筹码，你求仙所图为何？求什么？这漫天神佛的造化，在我看来，只是一笔明码标价的买卖。既然是生意，就不该掺杂多余的执念。拿造化当买卖，这算什么执念？奇怪，神雷怎么还没劈下来？没有任何审判，直接驱逐。既然纯粹的意算计会被法则直接排斥，那我这种只用利弊和结果衡量一切的人，该怎么绕过这道法则？我上剑渊混迹几千年，从未留过未结的死账，看来这次是要破例了。等等，这股气息是他！一枚因果倒转珠，抵你的救命之恩，这笔买卖今日结清。因果是修仙界最避之不及的业障。上剑渊用这枚因果倒转球强行了却了这丝命分牵扯，却也将一个足以掀翻第4层杀局的致命变数，硬生生砸进了真正的猎手手中。第4层最深处的禁地藏着外来的东西，还有一个不受法则限制的黑衣人也在往那边赶。这珠子能保你一命，咱们两清了。刚刚怎么回事？
被驱逐的那个人消失前是不是扔了什么异宝出来？不受法则限制，看来这太古仙渊还有着其他的隐秘。这里会随机抽人审判，再留下去，轮到我的概率只会越来越高。先离开这里，第4层不能从正面进。这片由太古法则堆砌的仙渊禁地，从不讲运道，只论生死。每一个自以为闯入机缘的贪婪者，最终都会发现自己踩进的是一处早就备好的坟冢。少主，禁区边缘的死门阵纹被触动了，有猎物自投罗网，踏入了我们的阵法中。这八冕锁魂阵本是为了封死通往第4层入口而设的陷阱。我不管闯进来的是哪宗的杂鱼，既然瞎了眼踏进我的地盘，就顺手碾死。韩九渊没有丝毫犹豫，属于炼丹师总会少尊主的冷酷决断，在这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绞杀的大网开始收拢。不对劲，周围空间的密度在极其异常的攀升，天地灵气正在被某种绝杀阵法强行抽干，这是针对所有闯入者的死局。少主，八门已全数封死，阵内灵气已被彻底抽关，寻常修士不出3息便会真气暴走窒息而亡，目标已是瓮中之鳖。灵气被抽干，连护体罡气都该溃散，他居然还能站得这么直。看来这条杂鱼体内有什么秘密，有点意思。全面收网，启动12地出绞杀阵，一点一点把他的骨头挤碎。我倒要看他这身真气能撑到什么时候。封死他所有的发力角度，不要贪功冒进，用阵法的空间压迫力耗干他的真气，向前推，一点破绽都没留。这12个人的气机借着地下的阵纹连成了铁板一块，不管我的剑仙劈向谁，硬扛的都是他们12人合在一处的全部力道。死心吧，进了这8000锁魂阵，就是琉璃镜的体修也得被活活碾成灰烬。既然你骨头硬，非要站着等死，那本少主就亲自动手，送你上路。可就在这一击落下前，第3层深处的法则先一步出了问题。少主，虚空裂了，阵气在散。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太古仙人火种，太古仙人陨落后留下的一缕道火，本身就是规则，难怪能直接压塌阵基。这种东西若能炼化，不只能息骨还脉，还能借他参悟太稳道痕，这才是第3层真正的重宝。谁都别碰，这火种我要了。阵法东南角出现缺口，只有3息时间。真有福，你还想跑？给我追！我真没偷你们的灵草，救命啊！这是什么？退！快退！避开白虎！布阵，先杀闯进来的！一群废物，既然进来了，就留在这里吧。有福！你护得住他？上古火种砸穿死局，也把真永福推到了所有人眼前。此刻的他，就是整座广场最惹眼的造化。
先把真永福和火种一起拿下。那白火钻进他身体里了，不是灵草，是大机缘。一群烂泥里的杂碎，仙火也是你们能碰的？除了真永福和这个戴面具的，一个不留。韩九渊，你连我们也想杀？火种自己钻进去了，倒省了我不少事。这一击太快，陆清安来不及推演，身体却已经先动了。韩九渊，琉璃境10层，安哥，别挡了，你挡不住的。安哥，快躲开！太近了，引爆法宝确实能震散这一击，可这一炸，永福也得被卷入乱霄中。那白火已经烧穿了我的心脉，横竖都是死，但安哥不能折在这里。用身体挡我的明火，愚不可及，正好拿你的躯壳温养火种。别说话，我给你锁住心脉，我还有丹药。没用的，那火太霸道，五脏六腑都烧空了。你快走，别替我报仇，活着出去。安哥，这回我真不欠你了。永福，真永福替陆清安挡下那一刀时，也一并扯断了他最后那根还能压住理智的弦。解阵，快！没有真气，没有术法变动，可气场完全变了。阵法没用，法器也没用，根本挡不住他。前后不过20息，韩九渊布下的围杀只剩满地废铁和尸体。封天锁地的阵盘和阵旗，韩九渊，今天你也得留在这儿，有点意思。原来你还藏着这个，不动真气，单靠肉身就杀穿我一队死士，这小子绝不能留。想把我留在这儿，那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引爆法器硬接，好，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少法器够你引爆。裂谷在扩，这拳打在他立足的地方，破了他下盘。陆清安，原来是你，我没主动找上你。你竟敢披着假身份耍我！今日必将你抽魂炼魄！区区玄光境，竟有如此肉身，此人断不能留。琉璃境不过如此，今日必杀你！找死！陆清安。今日不将你抽魂炼魄，我韩炯誓不为人！不对，还有人能藏到现在，绝不是寻常人物。再打下去，只会便宜蛰伏在暗处的人。韩九渊，今日先留你一命。永福，这笔血债，我一定替你讨回来。陆清安，我要将你碎拐弯断！怎么回事？空间怎么塌了？快找到第4层入口！空间开始坍塌了，我这个状态估计是没机会进入到第4层。这里马上要坍塌了，我们必须立刻找到第4层入口。金莹，
这个你拿着。不行，这是你获得的，你自己拿着。你听我说，我现在这个状态估计是进不去第4层了。这个东西你保管好，把它带出去。拿着。喂喂，别管我，走！第4层没有真正的大地，只有漂浮断层和越来越重的法则压制，停得越久，死得越快。韩九渊一定会追下来，还有暗处那人，必须要先隐匿起来。那是许清莹。谁？是我。我刚进入到第4层，我的直觉指引我到这里。对了，你有见到甄永福他们吗？永福他走了。陆清安快速压下自己的情绪，把第3层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徐清莹。这是杜微微交给我的，你保管吧。放你身上更稳。不，你带着，放在你这里最稳。若真被追上出了意外，你比我更有可能活着走出去。你必须带着他走出去。永福不能白死。这里不能停，先走。越往深处，空间人为布局的痕迹就越重，错位的断层、游走的空间裂缝，构成了一座活着的庞大迷宫。前3步直走，停。左前方是空断层，往右2步，等空间裂缝消失再走。你的直觉现在能控制随意出发了？不能控制，只是进了仙渊以后，它出现的频率比以前高了很多。越乱的地方，就越容易触发我的直觉。前面不对。怎么了？那边的气机在往一处聚集，不像是杀意，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了，而且不止一道。他是在指路？不对，应该不是残障在指路，是那里引起了残障共鸣。这些空间裂缝、断层乱流，都像在围着那个地方转。能够引起残障共鸣，那应该是同源之物，可能性极大。这么多危险的东西都绕着那里转，里面藏着的恐怕就不只是寻常机缘了。机缘造化从来不缺探路的人，但真正的大机缘往往在现世之前便先埋下累累尸骨。陆清安和徐清莹刚一出来，就看见门前已经乱成一团，地上满是焦痕、血迹和法器残片，显然前面那些人已经拿命试过了。刚才明明有人误打误撞进去了，这门绝对能开，只是我们还没找对法子。别再用真气硬轰了，这鬼门会反震。刚才那几个用蛮力的，五脏六腑都被震碎了。这里的气息乱得厉害，直觉告诉我，最好别再往前了。在别人眼里，这是一道根本跨不过去的绝境。可在陆清安看来，这不过是一道已经被人用命试出半截答案的残局。前面那些人只强行激活了表层的火印，却没有接上中层的阵纹。中层顺序一错，最内层的阵纹就无法闭合。他们开门的步骤从一开始就全错了。门内的气机在变，他要重新锁死了。他怎么还不动手？原来如此。开了，门开了，快冲！走。该死，进不去了。
药匣、丹瓶，这里头肯定还留着东西。这地方不对，光这条走廊就不像普通洞洞府该有的样子。我的手！最好别乱碰，这里可能到处都是陷阱。左边的气流不太对，往右边走安全一点。墙上有丹图，地上全是药渣，连废掉的火槽和药架都是成套留下来的。不像临时凑出来的地方。这里原本应该是一整片地方中的一段，不是单独开出来藏东西的小室。前面还连着别的地方。先过去看看。妈的，外头那道门差点把命吞了，里面果然有法宝。这么多宝光，不可能全是假的。只要得到一件，这趟就赚大了。都走到这儿了，多少也得捞点法宝回去。看起来刚死没多久。那具东西上面有禁制。偏殿里别的地方都很凌乱，偏偏这几处摆得整整齐齐，太刻意了。重要的法宝不会这么明晃晃摆在最前面，越是显眼的地方，越要谨慎。五品仙草，药性还在。不对，那里面应该有什么东西。怎么了？这药匣是我先看到的，滚开！少废话，有命拿走才算你的。别管他们，我们先去里面看看。左边那边给我的感觉很不好，像是在故意引人过去，越靠近越不舒服。先绕开这里，这里东西太杂，别在这里耗着。还有里面，太安静了，外面空间乱流遍布，里面却一点波动都没有，像被什么压住了一样。你是说，真正不对劲的地方在里面？我说不上来，但那边给我的直觉更强烈。先过去看看，外面这些东西先不碰。跟紧我，右边那片地方我不想靠太近，脚下也别乱踩。好，你带路，我看着四周。先别往前，这里让我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就像是进入了另一个空间。一点痕迹都没有，连外面的灵气到这里都像断了一样。可越是这样，越让人感觉很奇怪。别急，先引你起来观察一下。我的直觉告诉我，案台上那只黑色的铃铛很不一般。能这么明显的摆在这里，多半有古怪。等等，那边有人！别出声。我刚才一点都没察觉到他，他像是突然从这间石室里冒出来的一样。不是突然出现，是他的气息和石室几乎为一体了。张结元之前说过，有个黑衣人一路深入第4层，
不受法则压制。若是此人，那他出现在这里，就绝不是巧合。他是冲着那只黑色铃铛去的，感觉他好像对这个地方很熟悉。先看看，他在找的东西，应该不会简单。又是你！在太古丹德废墟这一角钻了这么久，就为了找这个黑金法灵。你们这些躲在暗处的老鼠，倒真有耐心。把东西留下！你们这么想要，我偏不给。太古丹殿，这里果然不是寻常遗迹。那人拿到铃了，直觉告诉我，那人比黑衣人还要危险。此人实力深不可测，绝不能跟。他们都走了。那个黑铃铛被带走了，但这里的气息没有任何变化，肯定有其他的问题。你觉得这个暗台有问题？刚才那2个人都盯着铃铛，谁都没留意这个暗台。如果这里真的是他们说的什么太古丹殿的一角，就肯定不会这么简单。下面有东西。你感觉到了什么？不是法器，也不像丹药，像还有一层空间，气息很沉。能被压在暗台下面，肯定不是什么简单的东西。要打开吗？开，都走到这里了，肯定要看一眼。谁都以为外面那些法宝就是这座遗迹的全部，可直到陆清安推开这张暗台，真正的造化才真正现世。这里不太对劲。那个黑金法灵摆放的太显眼了，好像在刻意吸引人的注意，以此掩盖这条通道。下去看看。先停下来，前面给我的感觉很不好。单独残阵火脉搅在一起，一步踩错就会全部引出来。他会追人的气机走。布置的人够狠的。那些宝器像是故意摆在那里让人去拿。先别碰那些。单瓶，真有单瓶！快，别让别人抢了！这片废墟看似遍及源，实则步步杀机。越是急着伸手的人，死得越快。看上去越安全的地方，反倒越危险。走那边。光泽差了点，但东西是真的。里面给我的感觉更明显。看来里面放着更重要的东西。这里的压迫感太强了。看起来是旧路区，且余威未消。右边，快走右边！所需定心鳌压不了多久，但争这一瞬，够了。那是什么东西？这是药葵，只在古典记载中看过，没想到这里竟有这种东西。那株品相也不错，不拿吗？拿了它可能会触发旁边的火脉，不值。这个丹路有些古怪，你小心点儿。古朴，且没有任何气息外露，这个丹路不简单。那边有路显出来了，走，我们过去看看。这里反而没有任何阵法，好像是在等合适的人进来。
这里应该是有打开的方法。往后退半步，这不是破阵，而是在续一条断了多年的丹脉。走错一步，门后的传承也会随之崩溃。开了！就在残章重合的瞬间，太古炼丹法文就此补全。5品丹力圆满，6品已能推演，7品也不再是空中楼沟，这一趟值了。6品丹方，7品丹方，还有火候批注，难怪这里要藏得这么深。现在你能看懂这片废墟了？能看懂大半，剩下的也足够判断取舍。最重要的东西已经到手，接下来把能安全带走的都带走。原来是这样，布局如此精妙。就是现在！还好，再慢一点就没了。6品古丹封得还不错。这个别乱吃，我一看就心里发紧。放心，7品古丹来历不明，我不会拿自己试药。有危险的感觉在靠近。该拿的已经拿了，准备一下，我们也该出去了。这5品古丹药力何其霸道！但陆清安借完整太古法门，将药性寸寸拆解，狂暴的药力如百川归海般融入气海。炼丹术果然不散，这丹药内的药力经过万年，竟能保持如此精纯，连我的肉身强度都跟着拔高了一大截，远非当时的丹药可比。怎么了？我感觉这里还有东西。前面安静的有点过头了。安静才麻烦，那里面的东西被完全封住了。太古药灵髓，有一滴竟被封得这么严实。能取出来吗？能，但不能硬取。药膜要顺着纹路剥，撕坏一点，本源就散了。小心点儿，刚才那一下不对劲。疗伤炼体，炼丹补本源，关键时候，这一滴药髓能换一条命。这下面还压着一块。残图看起来像是路标。刚才那一下，像是把什么东西唤醒了。不是像，是真的醒了。韩九渊，是他，难怪这么冷。楚天阔也到了。这2个人一来，后面恐怕没人能安静看戏了。能走到这里的，本来也没几个安分。那里，我不太想靠近。那里面，应该就是此次仙渊的最大造化了。真正的机缘争夺，现在才开始。这儿也不像有机缘的样子，倒像是让人分高下的地方。他一出来，我身体有点发紧。太古圣体果，竟然是太古圣体果！传闻能重塑血肉根基、洗炼肉身本源的那种圣果，对体修来说，那就是一步登天的造化。难怪所有人都忍住不动，不是不想抢，是都知道先动的人会被钉死，而且
这圣果对于楚天阔这种体修的诱惑根本无法想象，谁想靠近，都得先过他这一关。没人动，那就别怪我先拿。他要是守在那里，谁都不好过去。是，但盯着圣果的人未必是最麻烦的。小心后面！竟然被堵过去，难怪能一路走到这里。哼哼，圣果可以待会儿再去，但你在这儿让我觉得心烦。看来你是真急。烦人的家伙，去死吧！陆清安，你不是很会算吗？现在算算，你还能退几步？算出来了，你的废话比我想象的多。就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聚在太古圣果上时，却有人逆势而发，将目光瞄向了另外的人。陆清安，前几次让你逃了，是你命大，今日到了这里，你可没那么幸运了。你想杀我，也不是第一次，可惜每一次都差一点。这次把命给我留下来吧！你还能躲得了几次？到了这里，没人救得了你。你的废话还是那么多。哼，嘴硬。到此为止了，你能撑到现在，已经够让我意外。这次难道真的要结束了吗？在这生死危间关头，陆清安身上的因果倒转珠被触发，因果逆转，抹去了陆清安所有受创的痕迹，将他的身体强行恢复至巅峰状态。你做了什么？没什么，运气好而已。死门前走这一遭，倒是点燃了我所有的底蕴，顺利突破了玄光境这最后的壁垒。我的术法放不出来了，法器灵光灭了，这地方在禁绝仙力。终局之地落下最后一层规则，术法、法宝、仙力全部被压制。偏偏这个时候，你刚才不是说到此为止吗？怎么又不杀我了？陆清安，就算没了术法，我一样能杀你。我就站在这儿，你倒是来杀呀！没有仙力法宝，我看你怎么杀！滚开！你的肉身怎么会强到这种地步？刚才你打得很爽啊，现在轮到我了。韩九渊的优势被规则斩断，而陆清安的肉身正处在最强的巅峰点。陆清安是炼丹师总会少数主，我父亲是……你父亲是谁都不管用。韩九渊没了，那人是谁？竟一拳把韩九渊打爆了。这笔账清了。渊儿，敢杀我儿，无论你是谁，本尊都要让你挫骨万段。这一拳不错。韩九渊一死，许多人终于看明白了，再往前争的不是机缘，是命。走吧，这局不是我们能碰的。都走到这里了，却连伸手的资格都没有。能活着认清差距，不算丢人。他们都退了，现在只剩楚天阔了。我知道。你还不退？都走到这里了，总得试试。为了他死的人不少，所以我更不能白来。成熟了！想要圣果，接得住我的拳头再说。能在我拳下找空，你比他们强。楚天阔强在霸体，正面横推，沉重无解。
陆清安却不和最重处硬碰，他在找楚天阔发力和欢气之间那一瞬空隙，有破绽。你叫陆清安是吧？我记住你了。空间就要塌了，快走！走。左边别去，断层已经空了，绕右边那个石梁。跟紧，别被乱流卷进去了。你先过，我看得见路。楚天阔没有再追，圣国已失，但陆清安这个名字他记住了。可韩九渊的死已经惊动了他背后的人，那道精神锁定已经早早锁定在仙渊出口处。这股气息是……你干什么？出口要塌了！离远点，别跟了。没得选了，还不够。陆清安将剩余的仙石尽数投入到传送阵中，这座残破的太古传送阵终于启动。但在空间全面崩塌的乱聊中，这座古阵究竟会将它传送到何处？是未知的生机，还是更深的死局？总算是出来了，这太古传送阵未免也太耗灵气了。不知这是哪片海域？阵要破了，快跑！别过来！你们这些畜生，滚开啊！滚！前辈，多谢救命之恩。前面那处快被攻破的，可是你们村子？对，我叔父还在镇岩死撑，村长快顶不住了，求前辈救命！带路，正巧需要找人问问路。灵石空了，抄家伙跟这群畜生死战！阵法滞涩，把你的阵旗给我。别乱动主阵眼，一旦反噬，咱们全得死！无知，你们这阵脚插歪了3分。瞬间重组阵纹，这怎么可能？完了，是4阶大妖！这等实力的海兽怎么会出现在边缘地带？年轻人，快退回来！那是4阶海兽，你扛不住的。一头带着致命伤的畜生罢了，刚好拿它练练手。让我看看这海兽的骨头有多硬。力道尚可，没白费我在太古咸鱼淬炼的肉身。伤口都没长好，也敢出来翻腾？给我死！这4阶海兽的内丹灵气倒是充盈，看来这片海域品阶越高的妖兽内丹杂质越少。万辈秦海生，多谢前雷霆出手，救我全村老少性命。我只是看中了内丹，顺手罢了。起来收拾残局。让前辈见笑了。村子太穷，只能靠挖取这些低阶兽丹，去换些微薄仙石度日。别运功，死压住气血，千万别让煞气进心脉。都让开！连最基本的拔毒之法都不懂，也敢乱动刀？多谢前辈保住我这条手臂，大恩大德，没齿难忘。以后抛丹，刀锋顺着纹理走，遇到毒囊周围的裂纹要提前避开。我常年闭关，初来此地，跟我详细说说这片海域的情况。禀前辈，此地是内海边缘，东南方800里外的青潮岛有最大的修士市集。既然有市集，应该能获取更多关于此地的信息。那便去一趟。前辈有所不知，如今海防盘查极严，
外人若想上岛，必须得有官方颁发的身份令。授丹、仙石、身份令，看来得先去弄张清朝岛的通行证了。前辈大恩，青椒村没齿难忘。只是这村镇中枢破损太重，村里库房早就空了，现在连半块灵石都凑不出来。不知前辈可有手段保全此镇？说，咱们连金铁矿都填进去了，他肉身再强，还能凭空变出仙石来修阵法不成？闭嘴！前辈能一拳击杀4阶海妖，岂是你我能揣测的？赶紧给前辈赔罪！前辈，这是泡完内丹不要的废骨，里面全是毒素，连下等妖兽都不吃。您捡这没用的东西做什么？这海兽日夜吞吐海水，骨髓深处自带一丝水系本源，辅以阵纹引导，按特定方位摆放，就能借着海域的水汽生生不息。何须死磕仙石？竟然真的修好了！前辈，是我有眼无珠，求您恕罪。无妨，阵法已稳，短期内抵御寻常兽潮不成问题。前辈真乃神人，这是全村凑出的最后一点仙石，和去青潮岛的海图实在拿不出更多了。这片海域最不确定低阶兽丹，若能将其连净煞丹，倒是快速积攒仙石的捷径。前辈，这炉子是破了点儿，但已经是村里最好的了。好东西都被青潮岛的商行垄断了。卢行军没回就行，你出去守着，不管听到什么动静都别进来。前辈难道还会炼丹？可天下哪有不靠法宝一拳打爆4阶海兽的炼丹师？太古丹道讲究万物相生相克，兽煞爆裂，青煞草极寒，以寒克暴，便能完美剥离毒素。前辈，炉子没炸吧？扛不住您就赶紧出来！慌什么？守好你的门，一点小波折而已。这破烂材质稍微提点火候就得炸，穷，确实让人不得不细致入微。一炉只出了6枚低阶净煞丹，卖色差了点儿，但用来当硬铜火所足够了。前辈，这是分拣好的海兽内丹。煞气入体，淤积心脉已有10年之久。这是刚炼的净煞丹，吃了。这是真正的丹药，这等神物都被青潮岛的大商行把控，我们底层连药渣都见不到，这太贵重了。让你吃你就吃，这煞气若不清除，你活不过3年。沉积10年的杀气竟然瞬间瓦解了，前辈的造诣简直夺天地之造化。师父，你真的好了！前辈，这真是你用这破炉子炼出来的仙丹？算不上仙丹，拔出了杂质的普通丹药而已。老郑那艘运货船的阵法又散架了，每次到节骨眼上就出岔子。咱们上个月利钱都没凑够，这次再断了收入，全村老小下个月连饭都吃不上。再过3天就是青潮岛收货的日子，延误了时辰，那些黑心商行肯定又要找借口疯狂压价。大家别慌，我已经让老郑在底仓抢修了。海生说，老郑那破阵盘修了3回了，没防御阵，咱们带货出去就是给妖兽送口粮啊！让前辈见笑了，船阵坏了，这一时半会儿怕是修复不好，只能先等等了。去青潮岛的船偏偏今天坏了，10有8九是人为算计。不过，这刚好是个名正言顺入岛的契机。带我过去看看，如果只是阵盘出了问题，我倒是能修复。